吉时快过了，侯府小姐怎还不出来？季云堂，你一个乡下长大的村姑，让你代替晶晶嫁给叶王是你的福气。你要是再以死相逼威胁我们，别怪二哥不认你这个妹妹。二哥哥，别这么说，姐姐才是永宁侯府失散多年的嫡女，我不过是被抱错的养女。爹娘哥哥肯收留我，我感激都来不及，又怎能霸占姐姐的位置？青青，她马上就要嫁走了，在我们一家人心里，只有你配做永宁侯府嫡女，她季云堂算个什么东西？若不是你心善把叶王妃的位置让给她，这种丑女一辈子都没资格进皇家门。你们两个嘴这么毒，是有尿毒症吗？我堂堂21世纪的军医博士，不是在熬夜实验吗？我明明上一秒还在干这个，我这是猝死穿越了？将我这真千金接回来，不是认亲，是替嫁冲喜陪葬。季云堂，今天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你也不想本公子找人把你绑起来塞进花轿吧？让我替嫁可以，从今往后，我季云堂和永宁侯府断绝一切关系，我也不再是你们季家女。断绝关系？你嫁到叶王府2日都撑不过，到时别哭着回来求我们。大姐姐莫要意气用事，永宁侯府永远是你的家，你若在叶王府待不下去，随时可以回来。我和哥哥们在我面前假惺惺演戏，你恶不恶心？大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知道你怨我占着嫡女身份，要不我还是离开侯府吧。季云堂，你这个贱人，被换身份跟景晶有什么关系？要我说，这都是你的命数，你天生就没有错。这一巴掌我替你妹妹扇你，她有一个瞎眼的哥哥，而这一巴掌我扇你不要脸。永宁侯府的小姐，谁爱做谁做，我季云堂不屑。他敢打我，那个丑八怪，他竟敢打我！二哥哥，算了吧，今日到底是大姐姐出嫁的大喜日子，若再闹大，爹娘会生气的。姐姐在乡下受了苦，心里有怨也是应当的。只要她顺顺利利嫁去叶王府，一切便都好了。青青，你就是太善良，等他3日回门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新娘子上轿！季小姐，你看看现在什么时辰了？误了吉夕，你承担得起吗？脉象虚浮，毒入肺腑，脸上的红斑也是毒素堆积，逼我替嫁，还想让我今晚真陪葬。要是我的随身空间也能一起穿来就好了。乡下来的私生女也配我三哥？叶王府已到，王妃该下轿了。替我三哥拜了5次堂了，第一次见这么丑的女人。别磨蹭。不用拜堂了，直接入洞房吧。王妃，这就是叶王殿下的房间。王府伺候的人不多，进去后无论看见什么，都莫要麻烦下人。好大的规矩。8月天冷成这样，伤成这样还泡冰水，这是在救人，还是在要他的命？叶王殿下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难怪季正正死都不嫁，要不是还能看见胸口微微起伏，我都要以为是个死人。还以为多硬气，
莫不是被三哥吓死了？来人，给本王妃把门打开！不好，三哥有危险！开门！纪云堂，你对我三哥做了什么？叶王府哪里有斧头？斧头！你敢伤我三哥，本王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！陈王殿下想多了，本王妃没那么饥不节食。叶王如今那样，是个人都下不了手。你，若本王不呢？立刻。那本王妃心情不好，就把里面那张冰床砸个稀巴烂。放肆！那千年寒冰石床是丽妃娘娘耗费巨资从北极寻来，她一说三哥体内有虎毒，必须泡冰水睡冰床驱毒。你敢毁她，本王杀了你！放你娘的屁！哪个庸医说的？把他找来，看我打不打死他！你烧伤不是火毒，天天泡冰水睡寒冰床，轻则寒气入体，腹痛腹泻，重则关节坏死，连以后生育都受影响。你确定他是你三哥，不是你仇人？你一个乡下村姑懂什么？丽妃娘娘还能害亲儿子？丽妃懂不懂？我会查，但从现在起，叶王不能再睡那张鬼床。说到底，你是怕自己守活寡，怀不上皇家骨肉吧？我是叶王三叔六聘明媒正娶的王妃，叶王活一日，我便一日是叶王府主子。我要救我的夫君，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智慧。陈王殿下若喜欢寒冰石床，明日我让人送去陈王府，你亲自睡上几晚，也好感同身受。这真是那个乡下村姑。叶王殿下，别怕，我在帮你。就这样死了吧。你别怕，我在帮你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死。不是什么？放轻松，我是你的王妃，不会害你。一夜了，连张新床都没有。好，那就换地方。王妃，王爷驱火毒的时辰到了，你抱着王爷要去哪儿啊？以后不用驱火毒，也不用送兵，去准备干净房间，我们不住这里。那可由不得王妃，王爷一日不用冰水沐浴，出了事，小人担不起。我说不用，就不用。王妃识相，就把王爷放回去，否则别怪小的不讲情面。我若是不放你，得罪了！区区银针也想伤我陈虎？你使诈！兵不厌诈。忘了告诉你，匕首上有毒，解药只有本王妃有。你若不想死太快，就赶紧滚。有毒？骗谁呢？你俩过来，除了这间惊鸿院，把叶王府最好的房间收拾出来，所有东西全换新的。1刻钟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王妃，府里最好的房间被柳小姐住了。柳小姐？柳明阳小姐是许嬷嬷的女儿，许嬷嬷是王爷旧日救命恩人，如今管着王府，下人们都听她的。一个嬷嬷的女儿住王府最好的院子，王爷却被扔在这里受冻，好一个鸠占鹊巢！先收拾一间干净屋子，入字殿后让王爷休息，去煮菠菜胡萝卜粥，切碎。等会儿本王妃亲自喂王爷。是，王妃。以后王爷盖的被褥每日拿出去晒，窗户每日打开通风，
这里不许再摆冰桶。王妃，奴婢是柳小姐的丫鬟，不能来伺候王爷。你原先不是王爷院里的人。原先是，后来许嬷嬷把奴婢和巧叶调去伺候柳小姐了。叶王府姓骆，不姓柳，一个奴才女儿的命令比王爷王妃还大。起来，带路。大胆！你是什么人？竟敢闯入柳小姐的院子，还不快滚出！嘴这么臭，上厕所没擦嘴吗？你就是叶王妃，贺哥哥新娶的第5房媳妇。知道本王妃身份还不起身行礼，看来许嬷嬷没教你叶王府的规矩。你算什么？既如此，本王妃不介意亲自管教。你个贱人，你敢打我！柳月姑奶奶是王妃，是叶王府的主子，别说打你，就算把你发卖了，谁敢说一句不是？一个贱婢生的女儿，竟然在叶王府里作威作福，真把自己当主子了。今天惹到本姑奶奶头上，算你倒霉。那是我的，还给我！玉龙金簪耳坠，王妃才佩戴，你一个下人，若不是偷来的，买得起？娘亲，救我！这个贱人要打死我！你是琳琅？娘亲不认识女儿了吗？我要杀了纪云堂！来人，把叶王妃给我往死里打，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蹄子！三八婆吃王府的住王府的，还要打主子，敦煌来的吧？屁话这么多，上啊！干什么吃的刀？刀，他哪来的刀？叶王妃，我可是王爷的救命恩人，你敢杀我？本王妃就一条命，没人疼也没人护，嫁进来我就跟你们王爷绑在一起，不怕死就试试。叶王殿下宅心仁厚，愿意赡养奴婢和奴婢的女儿，跟王妃你没有关系吧？错，以前没关系，现在有了。如今养你们用的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叶王府的东西有叶王爷一半，就有本王妃一半。你们吃的、穿的、住的，哪一样不是叶王府？你说我有没有资格教训你？王妃何必咄咄逼人？下人就要有下人的样子，嚣张跋扈，欺负主子。传出去叶王府的规矩往哪儿放？限你们1天之内从雅韵轩搬出去，明日还没搬走，本王妃手里的刀可不长眼。哦，对了，忘了提醒你们，这院子是叶王府，任何东西都不许拿走。皇上赏了本王妃什么，王爷月俸收支多少，户部和王府都有账，本王妃会一一查，缺了什么趁早补上，免得到时本王妃不讲情面。娘，难道真要我们搬出去？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，凭什么拱手让给那个贱人？他就是故意杀鸡儆猴，这个时候跟他硬碰，只会坐实我们奴大欺主，欺负王爷。先让他嚣张几日。那我呢？等他死了，娘给你换更大更好的院子。现在交出去的东西，迟早还会回到我们手里。这身子还是弱爆了，才收拾几个人就罚成这样。怎么，早上打你不服，还想再练练？求王妃娘娘救命！之前是小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王妃，求王妃赐解药。想通了。刀拔出来血就止不住，药铺跑了10几家，没人敢治。王妃娘娘，小人知道错了。所以以后小人在王府里绝对对王妃娘娘言听计从，马首是瞻。你当真愿意为我所用？愿意，只要王妃救我，小人只听您一人吩咐。您让我干什么，小人就干什么，绝无二心。这解药吃下去，往后每半个月来找本王妃拿一次，吃够半年，毒才算全解。在此期间，你寸步不离守在西院，保护王爷和本王妃。若本王妃出了事，你这条命也没人救得了。是，属下定当誓死保护王爷和王妃。
真神了！陈虎，本王妃现在就有一件事要你去做。王妃吩咐。去把王爷睡过的寒冰石床原封不动送到陈王府，亲自交到洛思年手上，再带一句话，就说陈王殿下这么喜欢这张床，本王妃做主送他了，请他每日夜里都睡在上面，才不枉负本王妃一片期待。那床极重，搬不动就找人。还有，床上的东西不必清理，一点都别蹭掉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他一个人扛起来了，这可是千斤寒冰石啊！好家伙！王妃，属下去给陈王殿下送床了。必要时可向洛思宁要点运输费。运输费？他那么好面子，总不至于白收本王妃的厚礼，还让你白跑一趟。真能向陈王收钱？属下记下了，一点都别蹭掉。王爷，你醒了吗？你是谁？我是你昨日刚过门的王妃纪云堂。永宁侯府？是，不过我从出生起就被调换身份养在乡下，没做过一天侯府小姐。皇上赐婚的人原本是纪晶晶，她不愿嫁你，侯府便把我找回来替嫁。但王爷放心，出嫁前我已与永宁侯府断绝关系，从今以后没有永宁侯府小姐，只有叶王妃。嫁给本王这个废人，委屈你了。等本王死后，本王给你一纸和离书，你要再嫁或另立门户，都可重新选择。有我在，你不会死。你的眼睛怎么回事？或许我有办法治。多谢季姑娘，不必麻烦了。本王本就是将死之人，本王什么都不愿奢求了。之后的事，听天由命吧。病我能治，可你若一心求死……叶王殿下，我纪云堂从不信命，听天由命太虚伪，我更喜欢风水轮流转，往死里转。我不知道你身上发生过什么，可你一定有未做完的事，有没报的仇，害你的人还活着，你凭什么先放弃？本王已经是将死之人，现在有人能救你，你也还能喘气，为什么不是？难道还有比现在更糟的结果？万一我真把你治好了呢？永宁侯府把我嫁来，不止冲息，还要我给你陪葬。你死了，我也活不了。我好不容易摆脱我的养父母，又逃出那群不要脸的家人，我的人生刚开始，不想因为一个一心求死的男人搭上命。我活着只会拖累你，所以无论你愿不愿意，我都不会放弃你。我会用毕生所学救你。你不配合，我就拿绳子绑了你，扎针灌药。不听话的病人我见多了，我纪云堂说到做到。从来没人这样对本王说过。王妃，王爷的午膳做好了，现在用吗？端进来。我让厨房煮菠菜胡萝卜粥，这就是粥。王妃息怒。王爷平日吃什么吐什么，厨房说做清淡些，好消化。这么大的藕丁，你管它叫好消化？喂猪猪都嫌弃。端下去，重做。再敢敷衍，本王妃亲自去厨房教他们什么叫伺候主子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笑什么？没什么。王府下人敢这样欺主，是因为你不想活。你若想活，他们就该怕你。本王已经很久没见过有人愿意为本王出头了。等着。还好早有准备，指望那群吃里扒外的，王爷早晚被饿死。叶王殿下，饿了吧？我给你煮了吃的。
有劳。忍一下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吃饭、喝药，活下去。这是你做的？水蒸蛋，加了盐、香油和葱花，补蛋白质的。听不懂没关系，反正对你身体好，多吃。鸡蛋也能做得这般入口即化？以后你能吃的花样多着呢，先把命养回来。怎么了？吃坏肚子？不可能，这食谱很适合消化不好的病人。不是，你能不能先出去？嗨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。王爷想尿尿就直接尿，我给你垫了尿不湿，不会弄湿裤子和床单。尿不湿？以后想尿就尿，想尿多少尿多少，放心的尿，大胆的尿，不用不好意思。你说话一向如此直白。我是大夫，你全身上下我都看过摸过了，职业操守我有，你不用担心我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想法。那东西真能不打湿？当然，我手里多的是。你要是我站尿不出来，我出去。竟真有此物！王妃娘娘，王爷的粥做好了，奴婢想着你也没用早膳，便让厨房给你也备了一份。哟，这不是会做饭吗？本王妃还真当厨房那群脑干缺失，听不懂人话。王妃说笑了，以后您就是王府主子，谁敢不听您的？既然你们有心管我的饮食，那记住，本王妃口味重，喜辣，对花生和豆类过敏。以后厨房敢乱放，我就让他们自己全吃下去。是，王妃，奴婢记住了。寡淡的像刷锅水。请王妃收留奴婢二人，奴婢愿贴身服侍王爷王妃，求王妃给奴婢一个机会。从柳云长那里回不去了？奴婢不敢欺瞒王妃，柳姑娘受伤，许嬷嬷定不会饶了我们。奴婢二人先前听命行事，如今只求一条活路。奴婢以后一定听王妃差遣，绝无二心。想拿我当盾牌，也不是不行，但我用人有规矩。第一，王爷的饮食起居不许绕过我；第二，每日膳食先送到我这里。奴婢明白，奴婢明白。臣王殿下，请留步，属下乃叶王府家奴，奉我家王妃娘娘之命来给殿下送寒冰石床，还请殿下笑纳。纪云长，他还真敢送来！王妃说了，叶王殿下已换了新房新床，厚褥床单，干干爽爽，比这冷冰冰的石头舒服多了。他懂什么？三哥要攻火毒，没了寒冰床睡什么？王妃还让属下带句话，这床造价不菲，材料珍惜，最要紧的是叶王殿下贴身睡了3年，上头早留下了殿下独有的痕迹，久久成。稀罕我，请陈王殿下务必亲自过目。王妃还说，陈王殿下与叶王殿下手足情深，叶王殿下一个病人都睡的，殿下身轻体健，定也承受得住。王妃很期待殿下的使用感受。纪云谈疯了吧？真以为当了叶王妃，叶王府就由他一人说了算？本王的事还轮不到他指手画脚，你怎么还不滚？留在这污染本王王府的空气！殿下，属下一路运送不易，这牛车也是租的，运送费和人工费嘛，殿下宅心仁厚，又体恤下属，想必不会不给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苏木，给他取100两。是。小钱钱不臭。滚！让开些，别砸了脚。
放在这里成何体统？你们几个抬到后院去。这是人睡的床。叶王殿下，这3年都睡在这上面，都不许乱说，也不许再搬，守着这里。是。季云良这个乡下女，竟敢拿三哥的病胡闹！有事就说，没事出去，吞吞吐吐站在这里碍本王的眼。殿下，属相刚才看见那张寒冰石床，一张床而已，有什么好看？不是普通的床，上面有血，有脓，有冻住的伤痕无字，那味道，连府中下人都吐了。叶王殿下曾为东陈征战近10年，若百姓知道他如今每日睡在这样的床上，只怕……你说清楚。属下说不清，殿下还是亲自去前院看一眼吧。叶王妃派人送来的那张寒冰石床，恐怕不是胡闹。今日谁当值？公统都不清理了！这是三哥睡了3年的床，丽妃娘娘送来时明明是雪白寒冰石，为何会变成这样？殿下，叶王府送来时便是如此。本王常去叶王府，竟从未进过他的房。成王殿下，不可！三哥那病弱残破之躯都睡的，本王如何睡不得？殿下，你有内力尚且难受，叶王爷他……苏沫被热水。殿下，本王沐浴之后进宫。此床是丽妃亲手为三哥备下，本王要问清楚，他到底知不知道三哥睡的是什么？也是。这张脸治好，倒和从前一模一样。王妃，王妃，属下回来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在叶王妃院子里？叶王妃去哪儿了？快说！你若敢乱闯西院，属下可不客气。回来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可还顺利？你是王妃？王妃，你干嘛把屎涂在脸上？我将用最直白、最不绕弯子、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，美容养颜。王妃，属下刚从陈王殿下那儿得了100两银票，要不你拿去买点胭脂水粉，听说配月阁的是帝都最好的，总比用这个美容好。不用，陈王给你的，你留着。可是王妃你……没有可是，本王妃再不受宠，也是叶王府的主子，区区100两，还不至于拿下人的。本王妃正有事吩咐你。茶杯下压着那张纸，你拿去。王妃，这上面都是什么？健身器材，单双杠、5步桩、水平梯，还有40斤重的杠铃杆。什么杆？照着图找木匠做出来，越快越好。这身子太弱，本王妃得尽快练回来。属下这就去城里找木匠。又有人憋不住了，你拿去。王妃，这上面都是什么？健身器材，单双杠、5步桩、水平梯，还有40斤重的杠铃杆。什么杆？照着图找木匠做出来，越快越好。这身子太弱，本王妃得尽快练回来。
属下这就去城里找木匠。又有人憋不住了。陈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后院柴牵了吗？马喂了吗？马早上喂过了，昨天的柴还能烧几天？我有事出门，急的话等我回来再砍。放肆！你个狗奴才，怎么跟我娘亲说话？还不跪下磕头认错？我实话实说，何错之有？你我同是叶王府下人，别人叫你一声柳小姐，你还真当自己比我高贵？娘亲，他欺负我，娘替女儿出气。陈虎，听说你今日得了100两银子，别忘了你还欠本嬷嬷500两，现在是不是该还钱了？拿出来吧，一个粗使奴才也配攥着100两？陈虎，你别忘了是谁天天供你吃住，今日不把这100两交出来，就别想出这个门。当然是叶王殿下，难不成是你养着他？王妃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王妃，这里野狗太多，你还是回西院吧，免得被咬。巧了，本王妃最喜欢打狗，真有不长眼的狗咬我，我不仅多咬活几口，把肉一片片撕碎，再踩成稀巴烂。你说有不有趣？本王妃不是让你出去办事，怎么还没走？许嬷嬷拦我说要拿这100两抵债，我不给，她就不让我出门。哦，本王妃方才还听见她说是她供你吃住。属下力气大，吃得多，可干的活也是旁人的5、6倍。王府脏活累活重活基本都是属下干，可5年了，属下一文月言没拿到。许嬷嬷扣我月银，还逼我交火合费，说我欠她500两。属下是王爷当年亲自带回来的，给王府干活，王府管饭本就天经地义，他这是吃人不吐骨头。胡说八道！你每月2两月关，老奴都如实发了，账本上清楚。老奴是什么人，府里上下有目共睹，少血口喷人。既然清楚，那就把账本拿出来。谁说谎，一看便知。耳朵塞驴毛了吗？没听见王妃要看账本？许嬷嬷迟迟不动，是账本有问题？怎么可能？王府账本都是老奴亲自监督，断不会有错。王妃稍等，老奴这就去取。走这么慢，没吃饭？看你胖得跟个球似的，也不像没吃饱。下次再让本王妃等这么久，就躺地上，圆润的滚过来。王妃请看。王爷购买床铺50两，王爷用冰块1年3000两。王爷那张床，你们连洗都没洗过一次。本王妃带他搬进西院，住的也是现成院子和床，何来买床50两？那是仙药置办，还有冰块。冰窖是宫里才有的东西，冰块想必也是宫里送来的吧？若本王妃没猜错，是丽妃娘娘派人送来给王爷治病的。要不我们现在进宫，当着丽妃娘娘的面问问她有没有收亲儿子用冰块。王妃误会了，给王爷买的床早在您进府前便睡烂了，老奴才按丽妃娘娘的意思，将王爷安置到寒冰石床上。宫中冰块稀罕，王爷既已开府，总不好一直让丽妃娘娘贴银子，所以老奴私下给内务补送了3000两，娘娘并不知情。杜鹃月银2两，去年10月起忽然变成每月10两，1年领了60两。王府账房是连加法都不会。杜鹃2年前不是死了吗？死人还领月银，还比1等丫鬟都高。1等丫鬟才4两，许嬷嬷自己也不过5两吧。王妃，那属下的呢？杂役陈虎月银3两，去年年长5两。去他娘的年赏！老子连月银都没拿过一次，还5两赏！这账房脑壳有包，编也不编像样点。陈虎，你说没拿就没拿，你怎么证明？许嬷嬷，方才你说陈虎月银2两，账本上却写3两，多出来的1两去哪儿了？老奴见陈虎吃苦耐劳，便给他涨了1两。说谎！你真当自己天下第一聪明，旁人都是瞎子。自助结账法只有旧管，没有新收，更没有开除。你以为最后实在数字对上，这本烂账就能糊弄过去？从前王府没有女主子，我不管，现在有了，从今日起，叶王府管家权由本王妃一人负责。看在你是王爷救命恩人的份上，我不为难你，缺的银子补上，拖欠的月坏发齐，此事便过去。王妃，
老奴对叶王府忠心耿耿，这些年王爷带兵打仗也好，瘫痪在床也罢，都是老奴一人打理王府。老奴尊称你一声王妃是看得起你，可你不能得寸进尺。管家权是王爷亲手交给老奴的，要收也该王爷来收，你没资格。没资格？我娘说的没错，你没来之前叶王府井有条，凭什么你一来就夺权？哼，纪云堂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当初皇上赐给贺哥哥的王妃根本不是你，而是永宁侯府真正的千金大小姐季晶晶。你一个乡下长大的私生女，怎么比得上万千宠爱的季小姐？你这个冒牌货，有什么资格进叶王府的大门？你敢！叶王府的门，轮得到你一个奴才女儿来颠覆？琳琅，我的琳琅啊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救我女儿！谁敢不动，卖身契别想要了！我把你们卖去南风馆，让你们生不如死！孙子们，吃你爷爷一脚！你们！吵！王妃，您真牛！少废话，找木匠把本王妃要的东西尽快弄好。是。快找大夫！季姑娘，方才外头有些吵，发生何事？吵醒你了？无妨。叶王府的下人好像不太认我这个王妃，我说的话还没许妈妈放的屁响。听说她是王爷的救命恩人，我才进府2日，她和她女儿已经不把我放眼里了。她的确是本王恩人，幼前本王失足落水，是她跳湖救了本王。但你既嫁作叶王府，便是这里的主子，便是许嬷嬷。往后府中大小事务由你一人说了算，许嬷嬷在旁辅佐即可。叶王殿下，若我说我打了许嬷嬷和柳琳琅，还夺回了她手里的管家权，王爷可会怨我？你可受伤？没有，他们还不配。不怨，你是主，他是奴，他对本王有恩，与冒犯你是两码事。若他因私心犯上，你教训他们，理所应当。管家权呢？本就该交到你手上，是许嬷嬷没做好，你没有错。陈王殿下，娘娘去华阳寺上香，怕是要晚些归来。本王等。参见丽妃娘娘。陈王今日怎么有空来未央宫看本宫？本王贸然前来，是想问三哥的身体。赫儿的身体怎么了？本宫不是每日让人送冰块出宫？可三哥泡了3年冰块雨，睡了3年寒冰湿床，身子只越来越弱。会不会朱太医当年诊断错了？三哥根本没中火毒，只是被大火烧伤。朱太医是太医院院士，连皇上的身子都由他调理，他给赫儿的诊断绝不会错。本宫知道你与赫儿情同手足，可本宫又何尝不心疼？那张寒冰石床，寻食运输打造，哪一样不是本宫耗尽心血？为了给他冲洗，本宫求了不下5位大人的千金，一跪就是1整日。赫儿是本宫的儿子，若连本宫都不盼他好，谁还盼他好？丽妃娘娘，是本王误会你，你为三哥做的，众人有目共睹。今日是本王冒犯，改日定亲自上门请罪。罢了，你也是为赫儿好，只是本宫不明白，陈王今日为何突然追问此事？你重金打造的寒冰石床被叶王妃送给了本王，那上面全是恶心污秽之物混在一起。还有这事？本王怀疑是纪云熙故意让人泼上去，挑拨本王来质问娘娘。你口中的叶王妃可是永宁侯府的小姐季征？不是季晶晶，是季云堂，季西川在外头找回来的乡下女，如今嫁进叶王府，倒算飞上枝头变凤凰。才2日不到，她就把叶王府搅得鸡飞狗跳。本王看她根本没安好心，贪三哥的身子和钱。季云堂竟没被赫儿如今的样子吓跑，倒让本宫意外。她既嫁给赫儿，便是叶王妃，你再不喜，该叫她一声声三皇嫂，张口闭口丑八怪，传出去只会让人看清皇室教养。丽妃娘娘就是脾气太好，那个三皇嫂野蛮无知、嚣张跋扈、蛮不讲理，哪有半点王妃样子？她若出门，定要丢三哥的人。那改日本宫召她进宫，让孙嬷嬷好好教教她规矩。今日天色不早，你先回府，
改日再来本宫这里喝茶。是，本王改日再带礼品进宫看娘娘。娘娘累了一日，奴婢这就让人备热水伺候娘娘沐浴更衣。去吧。纪云堂，你可别让本宫失望。苏木，不去玲珑阁了。王爷要回陈王府，去叶王府。本王今日非要拆穿纪云长的阴谋不可，免得三哥真被他蛊惑。是。琳琅呢？我的琳琅怎么样了？齐大夫，你可要救救他呀！令千金伤势重些，脸肿，牙掉2颗。老夫已包扎上药，只要好好照料，半日内该能醒。纪云堂这个小贱人，欺我母女至此，我要去王爷面前告状。老夫还有别家看诊，告辞。我就不信王爷看在我是救命恩人的份上，会偏袒那个小贱人。许嬷嬷，陈王殿下来了，已到府门口。陈王不喜纪云堂，正好。水桶成精了，保护王爷！你什么眼神？那是许嬷嬷啊，属下看差了。难怪王爷总派你外出办差。陈王殿下，你可要为老奴做主啊！老奴和琳琅在这府里快没法活了。许嬷嬷，到底发生何事？起来说。陈王殿下，叶王妃无法无望啊！她今日打伤了府里6个家丁，还打伤琳琅，把我们从住处赶了出来。纪云堂，老奴这些年兢兢业业打理王府，可他一来，琳琅昏迷不醒，我们下人毫无活路。殿下一定要为老奴做主啊！这个纪云堂实在无法无天，本王这就去给他一点教训。殿下，娘娘交代的是，母妃没见过他，不知他有多恶毒。殿下，琳琅还在他手里，老奴真怕。王爷，这叫吸管，用嘴轻轻一吸就能喝到汤，试试。如何？呛不呛？不呛，很好。纪云堂，你给本王滚出来！八弟这是怎么了？为何如此失态？别理他，吃你的饭。骆君堂，纪云堂，骆君上。纪云堂，出来！陈王殿下，你看看，他连你都不放在眼里啊！纪云堂，火气这么大，你吃炸药了？你给我三哥吃了什么？太医说过，他只能喝米汤，不能吃别的。若我三哥吃坏了身子，你10个脑袋都不够父皇砍。哦，那就等你三哥吃坏了再来砍我。八弟，不得对你三皇脏无礼。三哥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女人嫁给你根本没安好心？哦，说说，我怎么没安好心？你让陈虎把三哥的寒冰尸床送到本王府上，还故意淋了狗血，让本王误以为那是三哥留下的。你恶心本王也就罢了，还败坏我三哥名声，让人以为堂堂战神王爷整日在床上。纪云堂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居心？王爷，你八弟脑子有病吧？小时候大脑发育不全，小脑又萎缩了。纪云堂，你……洛思言，你闹够了吗？闹够了就滚回你的陈王府去，本王的地盘还轮不到你来撒野。三哥，我是为了你。本王累了，走。三哥，你已经被这个女人迷了心智，终有一日你会后悔。别听他胡说，先把汤喝了。
呦，疼死老奴了！许嬷嬷，来都来了，不进来给王爷和本王妃请安？奴婢还有要事，不敢惊扰王爷王妃休息。许嬷嬷，进来，本王有话问你。王爷，您可要为奴婢做主啊！王妃她打了奴婢的女儿，还夺了奴婢管家权。此事王妃已经说过。从前本王未娶妻，叶王府交由你打理，本王不过问。如今本王有了王妃，王府管家权本就该交到她手里。可奴婢救过王爷的命，本王记你的恩，也愿为你养老送终，但那与王妃无关。你们若冒犯她，她教训你，本王不会为你做主。以后好好辅佐王妃。叶王府下人若再有对王妃不敬者，本王绝不轻饶。退下。是，奴婢告退。冷了，我给你热一热。季姑娘，今日之事，本王代八弟向你道歉。他年纪小，不懂事，行事冲动。他是为本王好，只是眼界太浅，被人利用还不自知，冒犯了你。你倒是处处替他想，可他连你这3年过的什么日子都不知道，耳根子还软，别人一句话就能把他当刀使。放心，他不过是个不成熟的毛头小子，我不跟他一般见识。但下次他再招惹到我头上，我连他一块儿揍。若有下次，季姑娘尽管动手，就当替我这个兄长教训没长进的弟弟。王爷，鱼汤和米糊我热过了，吃完饭我给你清理脸上的伤口。好，有劳季姑娘。若本王真能有幸活下来，将来一定好好报答你。你能这么想最好，放心，我一定把你治好，让你像正常人一样堂堂正正活着。我这人没什么特殊爱好，就喜欢金银钱财那些俗气东西，到时候你拿一堆俗物来谢我就行。原来季姑娘喜欢这些。怎么，王爷嫌俗？不嫌，记下了。叶王殿下不用紧张，这里很安全，是我的秘密空间，没有外人找得到。给你疗伤，也没人能打扰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纪云堂，你的王妃，这些你不是早知道了吗？我要刮掉烧焦坏死的皮肉，会疼。季姑娘无需顾忌，安心动手，这点痛本王承受得住。皮肤大面积损伤，但没有彻底坏死，能再生。季姑娘，本王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丑？不丑，一点都不丑。陈虎说过，你曾是东城国第1美男子，喜欢你的女子能围住整个叶王府。那都是从前，现在也只是受了皮外伤，营养没跟上，等身体养好，容貌恢复，照样惊艳所有人。叶王殿下，别不信，我真的能治好你的脸。我和你一样，也是他们口中的丑女，被家人嫌，被哥哥厌，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。季姑娘，曾经我也怨过老天不公，没给我一副好容貌，可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他们不喜欢我是他们的损失，看不惯我的脸，就把他们自己的眼睛戳瞎。我纪云堂活得坦坦荡荡，凭什么在意旁人看法？人活一世，开心就好。我们没做错什么，思想不在同一高度的人，没必要互相说服，只求问心无愧。季姑娘今日这番话，本王受教了，也会永远铭记于心。哪里，互相受教。别碰，这药膏每日都得擦，至少3个月。再来！一群废物，这么多人，连本王一个都打不过。殿下，您已练了许久，不如歇一歇。属下输了，陈王殿下英勇无双，再来100遍，属下等也不是王爷对手。没劲，不打了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本王懂。可纪云堂那个丑八怪，凭
凭什么蛊惑三哥？殿下，叶王殿下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之人，今日或许是我们冤枉叶王妃了。本王会冤枉那个丑八怪？苏木，你到底是谁的人？寒冰石床一事，本王已进宫问过母妃，那床是为三哥供火毒寻来的，根本不是纪云岚说的寒气入侵影响子嗣。就算本王冤了他，许嬷嬷呢？她是三哥看中的人，难道还会故意泼脏水？属下倒觉得叶王妃比许嬷嬷看着顺眼。属下跟了王爷7年，也没见过哪家奴才吃得比主子还胖。许嬷嬷那体型都抵得上我和苏木2个了。再看叶王爷、叶王妃瘦得快皮包骨了。混账！许嬷嬷怎会是那种人？还不跪下，想挨玄铁鞭吗？殿下息怒，属下错了，您就当属下这张嘴是在放屁，把属下个屁放了吧。你们2个滚出去！看来昨晚鱼汤不错，王爷尿的还挺多。叶王殿下，要拉吗？我帮你去。不用了，本王还没有变异。那好，想拉再叫我。健身器材还要多久？回王妃还需2日。王妃，今日是您3日回门的日子，奴婢来给您梳妆打扮吧。不去。王妃，回门是多重要的日子，哪能说不去就不去？外人知道了，会说咱们王府瞧不起人，没有规矩的。你是王妃，还是我是王妃？这就装不下去了。可惜，本王妃还没玩够呢。王妃息怒，奴婢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奴婢多嘴了。既然知道多嘴，就去干不用动嘴的事。王妃，你和桃枝把院墙周围那些花花草草全拔了，四周装上篱笆。本王妃要在这里养鸭子。啥？养鸭子？可咱们王府哪来的鸭子啊？你们没有，我有。这是王妃的陪嫁。民间3禽本该是金鱼、京巴犬、鸳鸯，到了永宁侯府手里，就变成草鱼、土狗、鸭子。他们拿这东西羞辱我，还怕我摆出来丢他们的人。那本王妃偏要养在叶王府最显眼的地方，让所有人看看永宁侯府送女儿出嫁送的是什么体面。奴婢这就去。奴婢遵命。恶心人的东西，就该到太阳亮底下晒晒。晶晶，你方才讲的农夫与蛇真有意思，老身许久没听过这么精彩的故事了。祖母整日在屋里闷着，孙女当然要找些画本子来给祖母解闷儿。还是我们晶晶贴心，不像你那3个哥哥，一个忙大理寺，一个忙生意，一个泡书院，整日不着家。哥哥们也是为了侯府，等他们成就大事，咱们永宁侯府不也跟着风光吗？娘，晶晶说的不错，彻儿、风儿、航儿都曾发誓，5年内必干出一番事业。彻儿已是世子，又入了大理寺做右少卿，风儿和航儿也快了。半年，我们3兄弟就能让所有人刮目相看。二哥，三哥，想你们了，别放下生意回来了。祖母、母亲，大哥随父亲入书房议事，子昂与晶晶先行归家请安。阖家团圆，唯独姐姐不在。今日本是姐姐3日回门，可都夕时了，她还没回来，她该不会真生我的气了吧？你别多想，那个丑八怪不回来才好。瞧见他那张脸，我都倒胃口。可姐姐上次说要同永宁侯府断绝关系，她说的会不会是真的？断绝关系，说的好像我们永宁侯府稀罕她那个上不得台面的乡下女。晴儿妹妹不必担心，纪云堂嫁给那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王，说不定此刻正伺候她。她离了侯府，还能靠谁？祖母，
姐姐若真恨我们，他敢！成亲之日羞辱静儿和风儿，今日回门必须在门外跪足3个时辰，给你们赔罪，否则休想踏进侯府半步。王妃，这个我好像更精神了。黑是黑了点儿，眼神不错，以后你就叫季百万。不想当富婆的女人不是好女人。100亿啊，主子我要现在穷得叮当响，但迟早赚到数以百亿的银子，到时候你就是我身边第2猛将。第一是谁？当然是我男人。还算有良心，就是不知道将来谁有好运气能娶到我，要不多养几个美男子，免得他们争风吃醋。美男子。叶王殿下，吃饭啦，都归凉了，正好入口。本王没胃口，端下去喂狗吧。你确定不吃？不吃。行，那我吃。真香啊！男人全身上下嘴最硬，快吃吧，我一口没动。叶王殿下命是他自己的，任何时候都别跟身体过不去。你说的对，刚刚是本王小心眼了。七姑娘，今日回门，本王没能。我本来也没想回，永宁侯府有季晶晶，就揉不下我。我对他们而言，不过是有血缘的陌生人，回去做什么？以后叶王府就是你的家，不想回去便都不回。等本王伤好了，赚多多的银子养你。好啊，那叶王殿下可要快点好起来，我等你赚钱养我。季姑娘，还有一事。嗯？我以后可以叫你阿唐吗？当然可以，叶王殿下想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。那你以后可不可以不叫我叶王殿下？那我叫你什么？洛公子、洛少爷、君君、赫赫、赫宝、阿赫。阿赫。行，以后我就叫你阿赫。好大的架子，回门都敢不回。姐姐不愿回门，好歹也该派人说一声，让外祖母、父亲、母亲和哥哥们白等。这传出去，侯府的脸往哪儿搁？他不是不想回，是回不来。大哥此话怎讲？叶王3年娶过5位王妃，前4任不是新婚夜吓死，就是吓跑。纪云彤那胆小如鼠的性子，能比他们好到哪儿去？这么久无声无息，多半嫁过去当晚就被叶王吓死。外祖母、父亲、母亲、哥哥们，姐姐是代替我嫁去叶王府的。她若真没了，我也有责任。明日我想去叶王府见她最后一面，把她带回来安葬。你就是太善良，他那日怎么羞辱你的，你忘了？再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总不能让旁人以为永宁侯府冷漠无情，连嫁出去的女儿都不管。晶晶，你一个人可以吗？母亲陪你去。母亲别担心，叶王府没多少下人，没人敢为难我，这点小事交给我就好。快看，姬二小姐抬棺材去叶王府，叶王府死人了，难不成叶王殿下出事了？这是做什么？谁准你们把晦气东西抬到王府门口？许嬷嬷，我知道姐姐已经走了，求你让我见她最后一面吧。她好歹也是我父亲流落在外的女儿，我只想让她体面一点上路。纪云堂死了，他不是还……嬷嬷，就当我求你了，姐姐嫁为叶王府才几日，若连尸身不让娘家见，叫外人怎么想？真死了！叶王府也太狠了吧！嬷嬷，我家小姐只想进去看一眼，绝不为难您。姬二小姐节哀，奴婢带您去见王妃。二小姐稍后，奴婢去吩咐人收拾。抬棺进去。今日无论纪云堂死活，这棺材都不能空着出去。百亿，安分些。野狗放肆！
本王妃的嫁妆，你赔得起吗？你不是叶王妃，叶王妃是我姐姐，你把我姐姐弄哪儿去了？季青青，眼睛不要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。叶王府女主子只有一个，我不是叶王妃，还能是谁？王妃脸上的黑斑真美啊，难不成用泥北容真管用？你真是纪云堂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见我没躺进棺材，很失望？姐姐，你误会了。昨日你和叶王殿下3日回门，外祖母、父亲、母亲、哥哥们等了你整整1天，都担心你在叶王府遭了不测，才让我带人来看看。担忧我，比我替你远嫁残王抬棺上门咒我身死，进门便要伤我的狗，这就是你的担忧。姐姐，我没有。闭嘴！我早已和永宁侯府恩断义绝。陈胡，把他拿下，塞进棺材，送回侯府。我是侯祖儿小姐，你们谁敢辱我？这就晕了，真没用。棺材留条缝，别憋死，死了就不好玩了。王妃放心，属下一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。季晴京嫌贫爱富，逼姐替嫁，蓄意抬棺，诅咒王妃身死。夫人，不好了！二小姐抬棺去叶王府咒王妃身死，如今自己被装在棺材里，被沿路百姓围观唾骂。季晶晶忘恩负义，蛇蝎心肠，逼姐替嫁，抬棺咒姐。今日将人送回侯府，还请侯府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侯府竟养出这种蛇蝎女儿，逼姐替嫁，也得不到不宽容。这位小兄弟，想必是叶王妃身边的人吧？我是永宁侯府夫人，也是云檀和晶晶的母亲。晶晶今日抬棺去王府，确实失了分寸，可她也是关心姐姐，并非故意诅咒。有什么事儿，咱们进府商量，可好？进府就不必了，属下还要回去给王妃复命，有话就在这儿说。季二小姐私抬棺材闯入叶王府，惊吓我家王妃，损坏王妃院中财物，还吓坏了侯府送去的3样嫁妆。王妃说原谅季小姐也不是不行，侯府赔偿10万两银子，3日内送到叶王府，否则王妃便带季二小姐进宫，去皇上面前说理。10万两？他跟我要10万两，我可是他亲生母亲。可王妃说她是孤儿啊。本夫人手里一时没有这么多银子，你给我几日筹钱？王妃给3天，3天后银子不到，她会做什么？属下也不敢保证。既然夫人答应了，请签字按手印。3天后，叶王府恭候侯府大驾。王妃，成了！孟夫人当众签字按印，外头都传疯了，还有人开赌局，赌3天后侯府会不会送钱。永宁侯府最要面子，不闹到门口，他们怎么肯低头？跟着王妃，日子比在王府10年都刺激。上次让你当柳灵长首饰，还剩多少？5件首饰当了2000两，定做器材花了800两，还剩1200两。属下这就去取。不用，全拿去押注。押侯府3天后送钱？押永宁侯府3天后不会给我送钱。不会送钱？那咱们今日不是白忙活了？怎么会白忙活？该进我们押高的银子1分都不会少。属下明白，这就去押。看来要变天了。陈王殿下觉得这场赌注哪方会赢？哼，还能有谁？自然是纪云堂那个无耻之女会赢。殿下为何如此笃定？孟夫人欠条都签了，已是板上钉钉。再以纪云堂那丑女人的无耻程度，侯府3天后必会被舆论逼着把银子送去。她连亲妹妹都敢塞进棺材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叶王妃不是你的嫂子吗？本世子怎么觉得陈王殿下对她的意见好像大得很啊？
押永宁侯府营。叶王府的人押永宁侯府营，事情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阿唐，今日之事，许嬷嬷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你若要罚他，本王绝不拦着。本王在屋里听得清楚，他明知你未死，还为蝇头小利放永宁侯府进门，甚至让人抬棺材入府。你先养病，别操这些心。许嬷嬷和柳琳琅现在怕是自顾不暇，他们若敢害我，我自然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怎么，连你这个贱婢也嫌弃本小姐丑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对柳小姐忠心耿耿。为今之计是先请大夫治脸。请什么大夫？那些酒囊饭袋才把本小姐害成这副鬼样子。去，把我娘叫来，快去！琳琅啊，快看看娘这镯子，配不配娘高贵冷艳的气质？娘，女儿毁容了，救救我，我不要变成丑八怪。琳琅，你的脸怎么会这样？就是纪云堂打了我，大夫上药后拆开就成这样了。一定是纪云堂那个小贱人搞的鬼，他自己脸上长黑斑，嫉妒你的美貌，才要毁了你。我现在就去杀了他！冲动什么？杀不了他，你的命也搭进去。你不是把巧叶安插在他身边了吗？许嬷嬷，柳小姐找奴婢何事？今天我让你给纪云堂梳妆回门，他为什么没回去？是不是你这小贱蹄子给他通风报信？没有，奴婢什么都没说，是王妃自己不愿回永宁侯府，奴婢劝过，可王妃根本不听。我让你盯着纪云堂，有事第一时间来报，你倒好，还要我派人去请。柳小姐息怒，王妃那边看得严，奴婢不敢出来。奴婢正有事要报，关于王妃的脸。说，今日中午，奴婢亲眼看见王妃脸上的黑斑没了，皮肤又白又嫩，比打扮过的静儿小姐还美。还有王爷的脸也在愈合。他抹了什么？是你？什么？奴婢没骗你。上回奴婢亲耳听王妃跟陈虎说，她拿泥做美容，她脸上抹得黑乎乎的。那王爷呢？王妃给王爷抹的是绿的。原来是为了治脸。你若敢骗我们，卖身契还在我手里。奴婢不敢。碧池，去西院看看她的脸到底是不是好了。柳小姐，奴婢亲眼看见了，王妃脸上黑斑真没了，白得像剥了壳的鸡蛋。有救了，我的脸终于有救了。去，派人高价收优质泥，越新鲜越好。王妃，柳琳琅派人满京城高价收泥。他找泥做什么？叶王府的饭菜不合胃口？属下看他怕是毁容受刺激，精神失常了。别管他，他那张脸没有本王妃的解药，这辈子好不了。王妃，这就是解药吗？王妃这手段比易容还厉害。明日一早把我定做的健身器材全拉回来，从明天起我要练身体。是，王妃英明。少拍马屁，多办事。还有，柳琳琅若真把你往脸上糊，别拦。属下明白。晚饭，粥温着，苹果煮烂了，牛奶趁热喝。你呢？这是何物？我的快乐。阿唐的这身厨艺是跟谁学的？跟我的导师学的。他医术好，饭也做得好。我从前常去他家蹭饭，蹭久了也就会了。导师？差不多就是师傅。能教出阿唐这般医术，他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。是啊，我的医术都是他教的。阿赫，你的眼睛要不要让我看看？也好，有了阿唐，本王也想知道娶回来的小王妃究竟是什么模样。那你可得好好配合，等你看见了，别被我吓着。不会。眼睛失明多久了？3年。怎么伤的？从头说，别漏。3年前最后一战，父皇只给本王2000精兵，对西蛮3万人，为夺回5城，本王令1900人山上伏击，清代100人夜袭敌营，
烧了粮草。回去路上遭人偷袭，石头砸伤双腿和头。自那以后，眼前便开始模糊。真正看不见是后来。2个月后，中秋宴，皇命难违，连本王这个卧床残废也必须入宫。本王记得很清楚，本王那日并没有饮酒，只是吃了一点宫女端上来的点心，意识就不太清楚了。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是被大火烧醒的，浓烟直往我的口鼻里呛，根本喊不出来。那时候就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本王不能死。抱着这个心态，我从火海里面冲了出去，然后就连毁了，眼也瞎了。太医说让准备后事。从那以后，父皇弃了我，母妃厌我，亲妹妹也不愿见我。他们说关心，可3年里从未来叶王府看过一次，只让许嬷嬷带话。所以陪着你的只有洛思年，只有八弟，他给了本王一点活下去的理由，直到遇见你。坐好，我检查。找到了。如何？眼底血压没大问题，真正的麻烦在脑子里，有一块淤血，差不多婴儿拳头大小，压迫了神经。火场浓烟和面部刷伤加重了失明。能治吗？能。从今日起，我每天早上给你针灸化晕，再配合眼药水，用不了3个月，你就能重见光明。阿唐，此话当真？本王的眼睛真的还能看见？我说能，就一定能。不止眼睛，你的腿、你的脸、你的武功，我都会让他们恢复如初。若是旁人说这话，本王绝不会信。那我呢？你说的，本王信。阿赫，准备好的话，我可就下针了。来吧。阿唐，本王能感觉到，喝了你给的药后，身体每日都在变，尤其是……别动，痛一会儿就过去。好了，躺着不要乱动，半个时辰后我来给你拔针。王妃，您这练的是武功？练命。怪不得能把我打趴下。看好王爷，我去洗漱，谁敢乱闯，先剐你的拳头。是，王妃。给你擦擦脸，顺便把昨夜的药膏清了。阿赫，怎么了？可是伤口有异样。伤疤淡了。我不行，娘亲，我真的不行。琳琅，别矫情了，这可是花高价找来的，最完整、最新鲜的泥。为了你的脸，涂点泥算什么？你说的轻巧，又不是涂你脸上。娘亲，求你请个太医吧。我一个奴才，没主子吩咐，拿什么请宫中太医？何况前日补王府亏空，罚陈虎月俸8000多两没了。可你在府外不是还有一套？闭嘴！这种事也敢说，嫌我们命太长吗？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说了。碧池，把泥加水化开，调成浆雾状。本小姐要敷脸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我让你调浆糊。成了，成了！纪云堂那张脸都能好，我这才2日，定能恢复如初。什么味道这么臭？纪云堂，你别得意，等我脸上的黑斑好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！火气这么大，要你跟我说一声就行，何必大张旗鼓去外面10两银子1斤收？我家院子里多的是，我给你打个折，8两1斤，怎么样？不需要，收起你那副惺惺作态的样子吧，别以为本小姐好糊弄。哦，那等你有需要了，随时来找本王妃买，本王妃都给你留着。纪云堂，你少得意！别急，脸上的东西慢慢敷，万一真有效呢？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等柳琳琅知道这东西没用，巧叶，你可有的受了。父亲，女儿知错了。知错？你让人抬棺材去叶王府门口，今日早朝
满朝文武怎么看永宁侯府？说侯府教女无方，骨肉相残，逼纪云堂替嫁还不够，连亲姐姐的命都不放过。皇上看本侯都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。侯爷，静静身子弱，已经跪了快1个时辰，再跪下去怎么受得了？就是你太惯着他，10万两欠条，众目睽睽，他倒好，被纪云堂一个乡下女反算计。侯养了15年的女儿，竟还不如一个刚回府的纪云堂懂分寸。事情已经发生，责怪也无用。当务之急是3日内凑齐10万两银子交给叶王府。侯府月俸有限，若真给了，怕是几年都缓不过来。这钱不能给。孟氏都是你生的好女儿，纪云堂再怎么闹，身体里流的也是永宁侯府的血。古往今来，哪有女儿跟娘家狮子大开口要银子的道理？母亲，可欠条已经给了他，侯府百年脸面往哪儿放？王嬷嬷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把二小姐扶起来！就这么跪着，成何体统？是老夫人。晶晶啊，祖母的好孙女，今日是你受委屈了。祖母，都是晶晶不好，是晶晶连累了侯府，父亲罚我也是应该的，您别怪父亲母亲。母亲，可欠条是儿媳亲手签的，也按了手印，外头百姓都看见了，若怕纪云堂，他能怎么样？他敢把永宁侯府怎么样？我们千辛万苦把他找回来，还给他找了叶王妃这门打着灯笼都遇不上的好亲事。他从乡下野丫头一跃成王妃，不感激侯府也就罢了，还想坑害我们。像纪云堂这种不分尊卑、恶毒无比的赔钱货，就该被他那对乡下养父母活活打死。让他进永宁侯府，真是脏了侯府的大门。出嫁时不给他嫁妆，是他不配。给晶晶备的东西，凭什么分给一个上不得台面的野丫头？母亲说的不错，这笔银子不能给，晶晶有错。可纪云堂张口10万两，分明是敲诈。可欠条已签，手印也按了，百姓都看见了。若不给他会，他能如何？他那3样嫁妆，2只鸭子，1只土狗，1条草鱼，加起来5两都不到。就算被吓死，也值不了10万。他敢来要，就让他知道侯府不是他撒野的地方。祖母，父亲别气坏身子，姐姐许是一时糊涂。纪云堂有我在，你休想从侯府拿走1两钱。2天了，为什么一点没好？到底哪一步错了？六小姐息怒，叶王妃用这法子能祛斑，您却不行。要么方子有假，要么就是巧雨瞒了什么。把巧叶叫来。贱人，纪云堂祛斑方法是不是假的？你是不是早投靠他了？奴婢冤枉，奴婢句句属实，给奴婢100个胆子也不敢骗您。那我这脸为何不但没好，还往身上长？奴婢亲眼看见叶王妃每日用袋子捡院里的泥，陈虎也说她用泥做美容，奴婢都是亲耳听见的。蠢货，我们都被纪云堂算计了，他就是故意让本小姐上当，看本小姐笑话。六小姐饶命，奴婢有办法对付叶王妃，求您给奴婢将功赎罪的机会。说，再敢戏弄本小姐，我杀了你！叶王妃不能吃花生和豆类，等厨房做完膳，我们把豆粉撒进去，她吃了一定会死。好，这事儿交给你。纪云堂若死了，我就让娘亲把卖身契还你，放你出府。多谢刘小姐，奴婢一定办成。鱼儿要上钩，饵自然要做得像一些。本王妃的脸很吓人。没有。巧叶，今晚这菜倒是丰盛，你有心了。王妃喜欢就好，以后奴婢每日都换着花样给您做。王妃尝尝这个，厨房从中午炖到现在5个时辰，蹄花转烂，味道最好。那我可得好好尝尝。奴婢没骗王妃吧？要不要再来一碗？再来。王妃慢用。再来一碗。王妃，汤喝多了怕腻，不如尝尝枣泥糕，这是楚王大娘拿手点心，陈王殿下每回来都爱吃。正好，本王妃也喜欢甜的。还剩这么多，本王妃吃不完，你也一起吃吧。奴婢谢王妃赏。光吃糕点多干，汤也喝了。王妃待奴婢真好。救我！巧叶，蹄花汤好喝吗？
枣泥糕好不好吃？是你给我下毒！本王妃可没给你下毒，今晚吃的东西都是你端来的吗？蹄花汤里放了什么，枣泥糕里又藏了什么，你自己最清楚。你早就知道。本王妃故意放出话，就是想看看你和桃枝谁会背叛我。你若不害我，这些东西就不会进你的肚子。机会给过你，是你自己不要。你为柳琳琅搭上性命，为自己的贪念付出代价，现在不过是自食其果。你看够了吗？王妃，奴婢和巧叶不是一伙的，奴婢没有害过王妃，求王妃不要杀我。巧叶三番四次去给柳琳琅报谢，你没有，让你做的事你也还算本分。起来吧，你可愿跟着我？愿意，奴婢愿意伺候王爷王妃，任凭差遣，此生绝无二心。以后西院里的鸭屎狗屎就由你负责铲了啊？不愿意？愿意，奴婢愿意。把饭菜收了，早点回去歇着。对了，去把陈虎叫来。王妃，你找我？有件事去办，请王妃吩咐。把他吊起来，挂到柳琳琅和许嬷嬷门口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让他们看清楚，西院不是谁都能伸手的地方。奴婢明白。阿鹤，我打了热水，帮你擦拭一下。怎么感觉我是个调戏良家妇男的女流氓？阿唐，你再闹下去，水就要凉了。好了好了，我这就擦。指甲有些长了，等会儿我帮你剪。那你会对本王负责吗？想让我负责，你可得快点好起来。你躺在这儿，我只能看不能吃，什么都做不了，总不能让我一辈子跟着你守活寡吧？原来王妃已经这般迫不及待了。阿和，晚安。阿唐，你也要晚安。学得还挺快。哪个不长眼的？杀人了！碧池，出去看看外头怎么回事。柳小姐，奴婢不敢。贱婢，让你去就去，天都亮了，还能吃了你不成？废物，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死人了！怎么会是巧叶？昨晚该死的明明该是纪云堂。巧叶死了，掉在柳小姐院门口了，快去请人！许嬷嬷吓晕了。亏心事做多了，果然怕鬼敲门。王妃，那柳小姐和许嬷嬷那边，让他们怕着。今日我有更要紧的事，3日之期已到，永宁侯府却1两银子都没送来。既然他们装死，本王妃亲自上门要债。王妃，你做的肉包子和粥也太香了，属下吃得好饱。吃饱了就抄家伙，跟本王妃走。欠条都签了，还敢不给？老子今日干死那群道貌岸然的侯府小人！本王妃让你抄家伙，没让你抄这个家伙。王妃，咱们不是去打架吗？架要打，但不是现在。我们是文明人，要以德服人。为了那群小人赔命，你乐意？养狗3日，用狗1时，几百万。几百万，今日看你表现。办好了，回来赏你大鸡腿。桃枝，你留在府里照顾王爷。陈虎，拿上陀螺，出发。王妃，你说的家伙是罗？姑娘，你怎么牵条狗在京城溜？不怕它咬人？大娘误会了，这不是狗。这不是狗是什么？当我们连狗都不认的？季百亿当然不是狗，它可是我的天价嫁妆。我父亲说了，养狗能来富，这嫁妆可比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有用多了。那些太俗，比不上他送我的这只狗。姑娘，你怕不是被你父亲骗了吧？这狗瞧着小，哪值什么天价，最多2两银子。怎么可能？我父亲还送了我2只鸭子和1条草鱼，他说这3样加起来比隔壁丞相府千金的嫁妆还值钱。都听见了啊！天价嫁妆，1只狗，2只鸭，1条鱼。丞相府千金可是百箱珠宝，15万两存银啊！谁家嫁女人这么寒酸，还敢吹得比丞相府多？姑娘，不知道你的父亲是？你们竟连叶王妃的父亲都不知道？那可是永宁侯府的季侯爷，
当朝一品大员。他就是叶王殿下新娶的冲喜王妃纪云堂。一品侯府嫁女儿，就给一只狗、2只鸭子、1条草鱼，脸呢？我听说她是侯府从乡下找回来的真千金，专门替季二小姐嫁去叶王府的。前几日季二小姐还抬棺去叶王府，说要给她收尸，结果被叶王妃在棺材里送回来了。永宁侯府不要脸，把叶王妃的嫁妆还回走来。了，季百义，今日带你回娘家讨债。完了，我们没按时给云堂送银子，他一定是来报复的。哼，慌什么？是他不肯回门，殴打亲妹妹在先，敲诈侯府在后，于情于理，错都在他。侯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！叶王妃牵着一只狗闹上门了，外头百姓把路都堵死了。他还真敢来！这狗一到侯府就叫，看来真恨透了这里。狗最有灵性，该不会侯府连狗都虐过吧？小畜生，找死！侯爷，我的嫁妆价值1000金，踢坏了，你赔吗？你想炫耀，本侯不拦你，但遛狗不牵绳，惊吓了本侯和你母亲，若伤了老人孩子，你担得起吗？可季百义不是侯爷送我的嫁妆吗？他见了你这般亲热，难道不是惦记旧主？本王妃真羡慕侯爷，毕竟季百义从没对我这么热情过，可见他有多喜欢你。本侯送你的东西，你安心收下，以后老老实实待在叶王府，别再踏上侯府的门。本王妃今日不是叙旧，是收银子，白纸黑字写着永宁侯府3日内送10万两到叶王府。如今第4日中午，银子呢？纪云堂，你就算嫁入叶王府，也是我纪南川的女儿。青青是你妹妹，你打她，本侯可以不计较，可你不能得寸进尺。哦，张口10万两，你可知这笔钱对普通人家来说3辈子都赚不来？可侯府不是普通人家啊，100年基业，侯爷在朝为官，大公子也在朝，二公子还做生意。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你们随便凑凑10万两应该不难吧？叶王妃此举实在难登大雅之堂，父母含辛茹苦将你拉扯长大，又给你许配好人家，让你当上王妃，你却转头算计他们的银子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没有生养之恩，你哪能站在这里要钱？依我看，你就该跪在侯府门口磕头赔罪，直到父母原谅。不知邱夫人的子女可都安好？自然，孝子贤孙，儿女成行，比你好上不知多少倍。是吗？那我祝他们抛妻弃子，手足相残，将来嫁人被夫家扫地出门，穷困潦倒一生，被虚假的亲情残害致死。你敢诅咒本夫人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这一巴掌罚你以下犯上，不敬王妃。这一巴掌罚你胡说八道，扭曲事实。季侯爷和孟氏虽是本王妃亲生父母，却从未养过我一日。他们找我回来，只为逼我替季晶晶嫁给叶王冲喜。成亲之日，本王妃已与永宁侯府断绝关系。如今侯府欠我10万两不还，我上门要账，有何不对？谁不服就替他们还。10万两拿出来，本王妃敬你是条汉子。云堂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是侯府对不起你。晶晶抬棺去叶王府，是他不对，侯爷也罚过他了。你看能否再宽限些日子？10万两，侯府一时真凑不齐。孟夫人，若我没记错，季晶晶的嫁妆不是价值30万两吗？拿出来分我一点不就够了？季侯爷，孟夫人，本王妃耐心有限，今日不还钱，我明日还来。今日遛狗，明日遛鸭，后日遛鱼，再不济，咱们去皇上面前评评理。只要你不怕影响你儿子日后袭爵。侯爷，你没事吧？银子，本侯晚些会派人送去叶王府。叶王妃，请回吧。早这样不就体面了？哼！陈王殿下，看来这回你阿错了。永宁侯府并没有痛快给叶王妃还钱。哼，本王也没想到，欠条都签了，还能反转再反转，上门要债，敲锣骂街，还能骂得满街哑口无言。叶王妃这骂人方式倒是独特。那又如何？他今日闹这么一出，丢的还不是我三哥的脸。本世子倒觉得叶王殿下娶了这么厉害一个王妃，陈王殿下该替他高兴才对。软弱之人只会被动挨打，强者才会主动出击。他跟之前那些王妃不一样。
看来本世子这趟没白回来，京城以后有的玩了。王妃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当然是去你下注的地方收银子。对呀，属下差点忘了。叶王妃押自己输1200两，10倍赔付，共12000两。他竟真押自己输，谁能想到永宁侯府这么赖账？哪有人押自己输？我看这是叶王妃联合永宁侯府给我们下套。他和侯府本就是一家人，欠条说不定只是写给我们看的，背地里还不还钱，谁知道？分明是两家合伙骗银子。押注时想赚大钱，输了银子就开始狗叫。公子，你是输不起吗？我愿意押自己输，是我的自由，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。说得好，草民参见成王殿下，谢世子。都起来，诸位不必多礼。本世子和成王殿下今日也是来收银子的。叶王妃，本世子也押了你会输，今日托你的福，本世子也能大赚一笔。哦，你自便。你就不好奇成王殿下押的是什么？不好奇，本王妃对脑子不好的人一向没有耐心。纪云堂，本王妃还要回去给我家王爷做饭，就不奉陪了。谢世子，告辞。成王殿下，本世子就说你三皇嫂是个福星，你还不信？他一来就让本世子赚了这么多，这些银子本世子可就笑纳了。福星，呸！阿唐，本王感觉才几天，身上就长肉了。多长点肉才好。你这么高的个子，被饿得这么瘦，我看着都快心疼死了。不过现在好了，只要有我在叶王府一天，就没人再敢欺负我们。阿赫，你在想什么？这么入神？我在想，我若是胖了，你会嫌弃我吗？这有什么好嫌弃的？你要是胖了，我以后每天带你出去锻炼。锻炼？刚好把你身上的8块腹肌练出来。叶王妃，这是10万两。我们老夫人说了，你今日借永宁侯府的事儿，在鸭布摊赚了1万多两，算你捡了大便宜。你若识趣，明日之内把这10万两还回侯府，再亲自上门给晶晶小姐道歉。老夫人和青青小姐大度，便对你今日所为既往不咎。哎呦！回去告诉季老夫人，惯着我的人才有资格管我。他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指使本王妃？这银子是永宁侯府欠我的，不是我借的。入了我手还想要回去，痴人说梦！你敢？还有，季晶晶挑衅本王妃在先，让我给她道歉，她配吗？你给我等着！奴才这就回去禀报老夫人。老夫人啊，叶王妃太过分了，收了10万两，还骂咱们永宁侯府是一坨叼着花的垃圾，白送她都嫌恶心。姐姐怎能这样说祖母？她还说老夫人您老眼昏花，只配被她踩在脚下摩擦，还说静静小姐上门给她提鞋都不配，不忠不孝，心思恶毒。孟氏，你看看你生的好女儿！母亲息怒，没有永宁侯府给她撑腰，我倒要看看这个贱人在外面还能嚣张多久。迟早有一日，我要让纪云堂跪在侯府门口求我们原谅。王妃，前庭来了位贵客，说是10公主。你就是我三哥新娶的叶王妃，永宁侯从乡下接回来的私生女，果然跟传闻一样丑得吓人。怕也只有我三哥那个瞎子能看上你。我三哥也是，什么货色都不挑，都成了那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怎么还不直接死了算了？真让人恶心，你跟他一样恶心。你个破本公主，本公主要杀了你！我管你是公主还是绿茶，进了叶王府还嘴臭的人，我不介意帮他洗洗。大胆！你敢对10公主不敬，就不怕丽妃娘娘治罪吗？丽妃要治，也该治你们公主。言语粗鄙，以下犯上，对皇兄皇嫂不敬，按东周皇室族规，打10鞭，罚抄族规100遍。纪云堂，只要本公主不认，你就永远不配做我的皇嫂。认不认，不影响你挨打。我收拾不了你，我母妃收拾不了你，你给我等着！告诉门卫，以后无关紧要的人，别再放进来。母妃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雪儿，你
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还不是纪云堂那个贱人！母妃让儿臣去看他，他竟泼儿臣一脸茶水，还把儿臣摔在地上。母妃，儿臣脸疼，浑身都疼，他实在太嚣张了，你一定要替儿臣教训他。纪云堂，他真敢殴打公主？你老实说，是不是你说了什么，惹他动怒？儿臣能说什么？不过骂他一句丑八怪，他本来就红斑满脸，丑还不让人说了。好了，今日受了委屈，去朱太医那里拿咬颜霜擦擦。那纪云皇呢？交给母妃，正好本宫也想见见这个叶王妃。剑兰，奴婢在。去叶王府传话，让叶王妃明日一早来未央宫学规矩。是，娘娘。王妃，快起吧，今日要进宫见丽妃娘娘，耽误不得。见个丽妃，又不是开国大典。王妃，穿这件可好？不错，就它。王妃真好看，宝翠阁这裙子太适合您了。你挑的，说明你眼光好。王妃，要画红斑吗？画吧，今日是去学规矩，不是去比美，太扎眼反倒招人惦记。阿鹤，第4次针灸了，眼睛可舒服些？有，每日针后眼中热热的，像晒着太阳，很暖。淤血积得太久，急不得，再扎几次，感觉会更明显。我今日有事出去一趟，你乖乖在家等我，陈虎留在院里，有事叫他。好，阿唐，注意安全，本王等你回来。王妃放心，属下守着王爷。叶王妃，这边请，丽妃娘娘还等着呢。不好了，十七皇子发病晕过去了，快传太医！王妃，叶王妃，丽妃娘娘还在未央宫等您，可别让娘娘等久了。你没听见17皇子出事了？宫里自有太医，王妃又不懂医术，还是别掺和了，先去见丽妃娘娘要紧。人命关天，比谁等不等我重要。王妃，奴才也是为您好，若误了丽妃娘娘的吩咐，您担待不起。聒噪！都散开，别围着他，让空气流通。住手！你是什么人？竟敢伤害17皇子！我是在救他。笑话！17皇子的病，太医都束手无策，你一个野丫头也敢大言不惭！若17皇子有个好歹，皇后娘娘怪罪下来，你担得起吗？拦住他！求求你们，相信我们王妃一次，她一定能救17皇子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挡路！再不让开，打死你！本王妃的人，你们也敢动？多谢王妃。别动，先吃这个，止痛。是，真的不疼了。你把17皇子扎得没动静了，若出了事，你等着偿命。他是睡着了，还是被你们耽误死了？等太医来了，自然知道。17皇子在哪儿？快让老夫看看！孙太医，你可来了！17皇子被这个女人扎了几针后，就没有动静了。老夫没来之前，谁让你们乱给17皇子看诊？若有闪失，都等着皇后娘娘扒皮吧！17皇子只是睡着了，脉象平稳，并无发病之症。你们哭哭啼啼做什么？不可能！刚才我们都看到她倒地抽搐，口吐白沫，分明是癫病发作。这个女人还扎了那么多针。孙太医，你再仔细看看。你是太医还是老夫是太医？老夫行医20多年，连睡没睡着都看不出来。一群酒囊饭袋，连个小主子都照顾不好。哼！你是皇后娘娘的人？正是，奴婢是皇后娘娘身边1等宫女，专门照顾17皇子的起居。那正好，带本王妃去见皇后娘娘。17皇子和我憋女的医药费该结一下了。
皇后娘娘在凤仪宫，叶王妃若想见，就随奴婢来吧。能说话了！完了，叶王妃去皇后娘娘那儿了，得赶紧禀报丽妃娘娘。王妃稍后，奴婢先去通报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17皇子出事了，奴婢带殿下在后花园玩，他癫病发作，奴婢刚派人请太医，就有个自称王妃的女人冲出来，打伤奴婢们，还把殿下弄晕了。快把安儿抱来！母后痛！哪里痛？定是那女人拿针扎了殿下，她就在宫门外候着，娘娘可要召见？让她进来。臣妾纪云堂参见皇后娘娘。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你就是叶王新娶的王妃？正是。水仙说本宫的儿子是被你打得哭闹不止，他在说谎。17皇子癫病发作，是臣妾救了他。若娘娘不信，殿下胸口针眼可证，孙太医也在后花园诊过脉。你是仙女姐姐吗？我快要死的时候是仙女姐姐救了我，母后她没有害我，她在我背上按了几下，我就不难受了，后来我睡着了不知道了。叶王妃，是本宫误会你了，多谢你救了安儿，你想要什么赏赐本宫都给。臣妾救人只是举手之劳，今日来是想请娘娘为臣妾做主。别怕，抬头，皇后娘娘会看见。臣妾给17皇子施针时，娘娘身边2个奴才打伤了我的婢女，臣妾要一个说法。来人，打伤叶王府婢女的奴才拖出去重打50大板，发配马房喂马，往后不许再踏进未央宫半步。取1000两银子，再取本宫那只黄金玉龙镯，这是谢礼，也给你婢女好好治伤。臣妾谢皇后娘娘。臣妾还有一事不解，17皇子今日发病很怪，像被人刻意诱导。娘娘上午给殿下吃过什么？你的意思是安儿发病是有人故意为之？是也不是？殿下癫痫乃先天，可按脉象不该这么小就发作的如此凶险。臣妾怀疑有人下毒诱他提前发病。安儿自1岁半起便发病，太医都说是娘胎带来的。若真有人诱发，本宫身边岂不是养了毒蛇？娘娘，奴婢问过孙太医了，确如叶王妃所言。引发17皇子发病的是碎星草，入水无色无味，沥成粉末却是白色。搜负责17皇子起居之人的住处，必有痕迹。沈嬷嬷，带人去搜水仙、水雾、水冰、水烟4人的房间。是，任何异常立刻回禀。母后，画好了。娘娘，这是在水仙床板下找到的，太医验过，正是碎星草。把水仙押上来。水仙，本宫待你不薄，你为何下毒谋害17皇子？谁指使你？娘娘，奴婢冤枉，奴婢对17皇子忠心日月可见，是他，一定是叶王妃陷害奴婢，求娘娘明鉴。大胆！这包药粉从你床下搜出，你还敢狡辩？不是奴婢的，是有人栽赃。要证据，简单，碎星草沾手后3日洗不净，遇醋会变黑。端醋来，让他把手放进去。端醋。不，娘娘，奴婢冤枉。真的是你！你竟敢害本宫的儿子！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没人指使我，我就是嫉妒他命好，嫉妒他生来遭贵，想让他死。王妃，嘴里藏毒，见血封喉，他早准备好失败自尽，线索断了。可她一个宫女，怎敢自己谋害皇子？这次多亏你提醒，本宫才揪出身边内奸。若再让他留在安儿身边，本宫不敢想。17皇子可爱乖巧，对一个孩子下毒手，才是真正丧心病狂。今日我遇见了，便不会见死不救。叶王妃，你既认得这是癫病，又能救急，可有法子治好安儿？若娘娘信得过，10日之后，臣妾再入宫为他针灸。此病不能急，需真药并行。好，本宫信你。若安儿能好，本宫必重重有赏。叶王如今身子如何？若你有用得着本宫之处，千万别客气。阿赫的身子，臣妾正在调理，日后若有需要，臣妾一定不跟娘娘客气。臣妾还要去丽妃娘娘处，先告退，改日再来请安。沈嬷嬷，替本宫送叶王妃。
叶王妃让本宫好等。听说你今日救了17皇子，难不成你还懂医术？不懂，臣妾在乡下治好过1猪、1头牛、2只鸭子，今日碰巧看见17皇子倒在后花园，顺手一试，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叶王妃真是深藏不露，赫儿身边有你，本宫也算踏实了。只是让你嫁给赫儿那命不久矣的残废，你心里可怨皇上和本宫？怨。臣妾怨父皇和母妻赐婚太晚，若早些赐婚，臣妾也不用在乡下喂那么多年猪，吃那么多年苦。如今能进京做叶王妃，全靠父皇母妃成全，臣妾感激不尽。你能这么想，自然最好。只是你进入皇家门，一举一动都代表皇室脸面，规矩不能少。孙嬷嬷精通宫中礼仪，往后由她教你，你可要好好学，莫让本宫失望。好啊，臣妾谢过母妃，一定跟孙嬷嬷好好学。叶王妃放心，老奴定将毕生所学尽数传授。叶王妃，学规矩第一步便是检验动作，行走、坐姿、跪拜、行礼、吃饭、睡觉，连面部表情都有标准。王妃，这先学跪拜，你见了丽妃娘娘必须磕头跪拜，方才在殿内你未跪已是大不敬。现在你先跪一个，让老奴看看哪里需要指点。嬷嬷，不是你教我吗？你都不跪，我怎么会呢？不如你先示范一下给我看看。让你跪你就跪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跪拜是人的本能。哎呀，没事吧？你拿戒指抽我，我身体不受控制，起膝跳反应了。你来，嬷嬷，我们继续学礼仪。叶王妃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嬷嬷跪得太快，我没看清，再示范一遍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，你自己多跪几遍就会了。叶王妃，你是不是故意捉弄老奴？孙嬷嬷，你怎么冤枉人？我按你要求学规矩，你却偷袭抽我，膝跳反应就像饿了吃饭，渴了喝水，我也控制不了啊。跪拜学不好，那就学行礼，双手一上一下放腰侧，摆成莲花盛开，再屈膝。照做。叶王妃，你太过分了！不想学规矩就直说，何必一再打人？我为什么只打你不打别人？你不抽我，我会起反应吗？你若不想好好教，就直说，何必蛮不讲理冤枉人？我一个乡下长大的村姑，什么礼数不懂很正常。倒是嬷嬷你，身为宫中教习，没个分寸，难道要我一个王妃来教你规矩？看来是丽妃娘娘派人来验收你的教学成果了。嬷嬷，你说我这规矩学的可还让你满意？孙嬷嬷，你怎么成了这样？哟，这不是我的小姑子吗？你也是来找孙嬷嬷学规矩的？纪云堂，你让开，本公主没空陪你胡闹。孙嬷嬷身体不适，今日怕是教不了你。本王妃刚学了几招，不如让我这个做嫂子的教教你。你敢！我是公主！公主更该懂规矩。你这个丑八怪，你竟敢打本公主！这怎么能叫打？我们本是一家人，理应取长补短，互帮互助。我看小姑子礼仪不标准，好心帮你纠正。公主更该以身作则。刚刚孙嬷嬷就是这么教我的，不信你问她。谁跟你是一家人？你也配进皇家门？动作不对。孙嬷嬷说手这样放。你个坏人，丑八怪！辱骂兄长嫂子，按皇室族规可是要罚的。
嫂嫂心善，就教你嘴下积德。这德是替你母妃父皇，替你未来夫君孩子积。以后我听见一次就教你一次，明白了吗？本公主要去找母妃教训你。小孩子打架才喊家长，你都急灰了，动不动告状，传出去还有公子敢娶。孙嬷嬷，礼仪还教不教？不教，本王妃要回去陪王爷用膳了。叶王妃才学到哪里？老奴最精髓的还没教，你就这么走，丽妃娘娘定要怪老奴不用心。那嬷嬷快点儿，一次教完，我好出宫。双手交叠于身前，手指并拢，无名指与中指对应，脊背挺直，膝盖微屈，低头时下巴收住，这是宫中最基本的礼数。叶王妃可记住了？会了。现在能走吗？要走也可以，先去面见丽妃娘娘。娘娘说你过关，你才能走。可以。叶王妃，丽妃娘娘有请。松开她，她若少一根头发，我记你们账上。走吧。母妃，她打我，她还说长嫂如母，要替你管教我。说了别告状，偏不听。叶王妃，你可知罪？不知儿媳何罪之有？本宫好心召你进宫学规矩，你却殴打本宫的女儿和嬷嬷，3番4次猖狂至极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本宫这个母妃？我的眼里当然没有丽妃娘娘。像娘娘这般温婉大度、贤良淑德的人，儿媳一般都放在心里。臣妾听王爷说，娘娘出身名门，饱读诗书，心胸宽广，从不因一点小事与人计较。臣妾身为儿媳，带您管教十妹妹学礼仪，本就是分内之事。娘娘若真要谢我，赏个8万10万两银子就成，儿媳不嫌少。纪云堂，你好大的脸！你自己的礼仪都学得乱七八糟，有什么资格教本宫的女儿？母妃，她既说是教我学礼仪，不如让她当着您的面先演示一遍。那丽妃娘娘和十妹妹可看好了？母妃，十妹妹，不知我这一套动作可还满意？叶王妃倒真令本宫刮目相看。3日后，宫中举办宫闱宴，既然礼仪学会了，到时便准时前来。母妃，宫闱宴来的都是未就嫁的公子小姐，她一个嫁了人的村仆，凭什么参加？你三嫂虽嫁入叶王府，却仍是完璧之身。她初来京城，多见见闺秀，也算好事。臣妾一定到。敢跟本宫作对，就要有承受后果的觉悟。母后，儿臣听闻您要让纪云堂替17弟治病。他救过安儿，也揪出了水仙。若非他，安儿今日未必能行。可他出身乡野，从未听闻懂医。17弟年幼，万一出事，父皇怪罪下来，谁担得起？她是你三弟明媒正娶的王妃，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女人。儿臣并非否她，只是为赌悠悠众口，不如让她先去青龙广场医术擂台赛，若她能胜，父皇母后自然。那擂台是齐王办的，2年来多少游医败在那里，你让他去，是试医术，还是为难他？母后多虑了。本宫已与叶王妃约好，10日后为安儿医治。擂台之事，本宫不会出面。他愿去便去，不愿去，你也不许逼他。三弟妹请留步。阁下是？姑乃当今太子，也是三弟的兄长，有件事想同三弟妹商量。太子殿下请说。听闻三弟妹要给姑的17弟医治癫病，只是姑从未听过三弟妹会医术，
为让父皇母后安心，姑替你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青龙广场每月举行医术擂台赛，明日正是开赛之日，三弟妹可敢去挑战？不敢。实不相瞒，太子殿下，其实我不懂医术。若挑战成功，可得1万两黄金。黄金？太子殿下费心替我铺路，我若不去，倒显得不识抬举。如此，三弟妹是答应了？不够。什么？若我赢了，我要2万两黄金。好，明日5时，青龙广场医术擂台，你若赢了，姑给你2万两黄金。一言为定，不见不散。想问什么就问，在我面前不用憋着。王妃，明日青龙广场擂台赛上的病人全是疑难杂症，江湖狼人和太医都治不了，万一治不好，您的名声会更差。听着吓人，其实都有法子，到嘴的2万两黄金怎么能飞？阿贺，我回来了。阿唐，今日进宫，母妃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啊，他让我学规矩，我学会了，就放我回来了。你不必哄我。本王虽是母妃唯一的儿子，可从我记事起，他从未抱过我，也从不与我同席用膳。别的皇子有的待遇，我没有。我曾以为是我不够好，所以22年来拼命读书练武，12岁上战场，只盼他看我一眼。后来才明白，有些人怎么努力都讨不到一点欢心。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丽妃不待见你，不是你的错。你在我心里，永远是最了不起的大英雄。明日擂台赛，对齐王和太子，务必小心。放心，等我赢回来。阿贺，你睡会儿吧，我在边上陪着你。我看见光了。那个人影，砂糖吗？看不清脸，但我知道，砂糖一定是他。先不叫醒你，等我看得更清楚，再亲口告诉你。太子殿下驾到！齐王殿下驾到！陈王殿下驾到！参见太子殿下，陈王殿下。都起来吧，今日医术挑战赛不必多礼。这个丑女怎么来了？比赛马上开始，还不快把她弄下去！八弟稍安勿躁，叶王妃是姑特意请来参赛的。二皇兄明知她是乡下长大的村姑，什么都不懂，怎么能让她上台？二哥哥，那不是姐姐吗？她根本不懂医术，若下不来台，丢的是整个永宁侯府的脸，不如劝她下来。纪云堂，殿下说的对，你识相就下来。这种场合不是你一个后宅妇人能掺和的。张口闭口直呼王妃大名，这就是永宁侯府的家教。本王妃同你们又不熟，你怎知我有没有金刚钻？太子殿下都没说话，哪里轮得到你季清风教我做事？这个贱人，侯府费尽功夫找他回来，他却处处害侯府，真是农夫与蛇。他为什么要替你们考虑？你们永宁侯府的人有替他考虑过吗？季二公子脑袋空不要紧，可千万别进水。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你若经他苦，未必有他善。还有，你见过哪朵玫瑰不带刺？怕是只有你身旁这朵白莲花才没刺吧？谢世子这么大的人，竟还有偷听旁人说话的癖好，真让人大开眼界。你站在广场上，声音又这么大，耳朵没问题的人应该都听得见吧？女儿家的名声最要紧，季二公子再不喜叶王妃，也不该骂她贱人啊！
医术擂台赛比试正式开始，现在有请第一位患者上场。第一位就是瞎子，瞎了眼还怎么治？叶王殿下不就是活例子？各位大夫，民女不是瞎子，只是几丈之外连男女都分不清，干活误事，行李也常认错人，求各位神医帮帮民女，民女感激不尽。诸位，谁能为他医治？姑娘，顺着这个孔看，可清楚些？真的，比方才清楚。难不成他以后走路都蒙张纸？那孔还没芝麻大，能看清几个人？此乃西洋传来的宝贝，传了数代，看大变大，看小也变大，定能让他看清。他太可怕了，民女不敢要。不知姐姐有什么办法可以帮这位姑娘看清东西？装到现在也该露馅了。本王也想知道叶王妃对此有何高见。高见没有，但我有办法让她看清楚，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小丫头初生牛驴不怕虎，在这么多老大夫面前也敢口出狂言，是不是狂言？等会儿就知道。站这里，拿勺子遮住左眼。我指哪个符号，你告诉我开口朝哪边。看不清就摇头。这个，看不清。这就是叶王妃的办法，拿张怪纸羞辱病人。别急，能看见哪一郎，就是答案。哟，来，站到这里。我看见了，好清楚，我全都看清了，天上的云，树上的叶子都看清了。以后出门带着它，你就能像常人一样生活。镜片薄，轻拿轻放，睡觉前取下来放盒里。多谢叶王妃娘娘，您真是华佗在世，治好了民女多年的眼疾。姑娘客气了。他能让别人看清，那三哥的眼睛是不是也有救？场上何人抬起头来？回太子殿下，草民王生，草民不敢抬头，怕吓到各位大人。你不让大夫看如何治？既然来了，何不试一试？天哪，好恶心，像癞蛤蟆一样，不会染了什么脏病吧？我能治。怎么又是他？真不是来砸场子的。哼，荒唐！他自己脸上那块红斑都没治好，还治别人。不可能，他的斑怎么可能淡得这么快？这是叶王妃说他是个丑八怪吗？都看够了吧？这下可以治了吗？你脸上的痘反复不消，是皮脂堵塞毛孔引起炎症，越拖痛印越深。
这是寻常皮肤问题，对症调理很快就能好转，不用常年吃药遭罪。回去后每日早晚用这个洗脸，洗完涂这个，5日内痘痘全消，皮肤会平整许多。5日？我不会拿这种事情随口许诺，你放心。叶王妃怕不是做梦，她吃了2、3年中药都没用，你拿2个小玩意儿5日就好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她还真当自己是神医，行医数10年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儿戏的治法。医术从不是越复杂越有效，诸位若是不信，大可当场验证，真假一试便知。叶王妃娘娘，草民只是抱侥幸来的，治不好也没关系。您别为了草民打这么重的包票，台下这么多名医盯着，万一没有用，他们定会苛责您。叶王妃娘娘，草民不是不信您，只怕若不见效，反倒给您添麻烦。您一片好心，我实在不敢拖累您的名声。本王妃敢拿出来就不怕麻烦。清瘟道本是常见之症，说再多不如你亲自试试。你不用担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去，打盆水来。既然叶王妃如此说，就让大家开开眼，本王也好好看看这5日消痘的本事，究竟是真本事还是空谈大话。先湿脸，挤一点洗面奶，加水在手上揉出泡沫，随后覆盖在脸上轻揉1盏茶，再洗净，之后把祛痘膏涂上，等1刻钟。步骤简单，你照着做即可。不疼，还有些凉，很舒服，跟我以前用的苦药完全不一样，太温和了。别怕，我对我的东西有信心，你也要对自己有信心，马上就能看到效果。快看，他的痘好像小了，红肿真的消下去了，这肉眼可见啊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方才的嘲讽当真是我们武断了，连多年药都治不好的脸，就用洗脸的东西治了。叶王妃真是神医在世啊！叶王妃，这洗面奶和祛痘膏卖不卖？多少钱我都要，我家里人也是这种情况，太需要了。若日后有售，自会告知诸位，大家不必争抢，人人都能买到。太好了，我的脸有救了！这么多年，我终于不用再自卑躲闪了。多谢叶王妃娘娘，草民在布行学过账算，往后娘娘若有差遣，草民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今日之恩，我永世不忘。起来，能帮到你就好。若有用得着你的地方，我会派人找你。好好生活，不必再为此困扰。他真治好了？不过是侥幸罢了。哎呀呀，叶王妃可真厉害，某人怕是一辈子都比不上吧？谢世子何必这般羞辱人？我点名了吗？谁急谁知道。你，哼！难道我真误会他了？若他能治痘，那三哥的脸是不是也有救？继续。免礼，说正状。草民徐二前2年冬夜下地回来，没洗脚就睡了，醒来后双脚奇痒，像有万只虫子在爬。起初没当回事，后来越痒越厉害，还不停脱皮，如今连路都走不稳。草民用了许多土方子，全无用处，家里人也染上了同样脚疾，求各位神医救救我们一家老小，再这样下去，真要被这毛病折磨死了。这是脚气。叶王妃方才大显神威，这回不会又有神药吧？不难治，难的是穷，舍不得买药，又乱用土方，拖成了重症，还传给家人。这脚疾会传染，你不洗脚不换鞋袜，家里人鞋子混穿，自然一个传一个。回去每日用花椒盐水泡脚，再以柳叶熏泡，1日至少3次。老夫再开一副药，半月可见好转。记住，勤洗脚，莫把小病拖成大罪受。好，李大夫医术高明。这药方没问题。这一局总算不是他出风头。哼，我就知道他也只会些外门小道，拿那些小玩意儿出来，谁知道是不是自己做的？真论医术，狗屁不通。还以为他会有什么惊喜，李大夫用便宜的药材照样开出了有效的药方。急什么？好戏往往在后头。第1轮结束，晋级的有纪云堂、李大夫，还是让他混过第1轮了。各位大人，各位神医，我家二爷本是镖师，2年前在甲骨关遇匪，为护获罪，连人带马车滚下100米山崖，老爷花尽半辈子积蓄才把二爷救回。大夫说想活命只能截肢，从那以后，
二爷吃喝都要人伺候，求各位帮帮他吧。我们是大夫，又不是神仙，他腿都没了，还怎么治？断了2年，原腿怕早腐烂生蛆，总不能砍别人的腿给他装上，这病神仙来了也难。二爷，让我死，给我个痛快！我这副模样还活着做什么？我的腿没了，我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三哥这些年是不是也这样熬着？如果我说我有办法帮你站起来，你会不会勇敢活下去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我有办法让你重新站起来，像正常人一样走路，你愿意信我吗？腿都没了，怎么站？季云堂，你疯了吧？这种话也敢说？姐姐，你想帮人是好，可若给了希望又做不到，岂不是更残忍？人还没治，你们倒先急着判死刑。他当真有法子吗？姑娘，我知道你想帮我，可我2年前就截肢了，这辈子不可能再站起来。今日来擂台，不过是想让这些名医亲口打碎我最后一点幻想。这个梦我做了2年，如今也该醒了。我从不拿病人开玩笑，我说能让你站起来，就一定可以。你愿不愿意试试？事已至此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不会比现在更糟，不是吗？叶王妃，她已经够痛苦了，你还要拿这种不切实际的话哄她？诸位都听着，叶王妃今日若非要替她治病，本王、太子8弟都不拦。可若此人后面承受不住打击，自尽而亡，叶王妃，你便是杀人凶手，需负全责。这不是把人命硬扣到王妃身上吗？嘘，那可是齐王。齐王殿下，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办医术大赛，自己没本事救人，只会坐那儿喝茶说风凉话。人家叶王妃肯出手，你不赏金银珠宝也就罢了，还要这里讽刺他。他又不是阎王爷，别人的命他能一言决定吗？本世子倒觉得，不论能不能治好，叶王妃敢站出来，就比某些只会扣帽子的人强。毕竟现在除了他，还有谁能治这位的腿？谢世子，姐姐已嫁为人妇，你为何多次替她出头？就不怕坏了自己的名声吗？名声？我去，本世子还有那玩意儿吗？没理还要争3分，有理为什么要饶人？本少子向来帮理不帮亲，你们一群有头有脸的人，联起手欺负一个弱女子，说出去也不怕丢你们爹的脸。我不会逼你，治与不治，由你自己选。还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你想好了吗？二爷，我们试试吧。今日过来，不就是想求神医治腿吗？万一叶王妃真能让你站起来呢？是啊，二爷，主峰大哥说的没毛病。您想想老爷夫人，想想家中兄弟，你真甘愿抛下一切，一走了之吗？好，让这位姑娘试试。主峰，不管我的腿能不能治好，都不可让人为难这位姑娘。姑娘，你尽管医治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认命，我的生死不会让你负责。多谢你信我，既然你交给我，我就不会让你失望。太子殿下，我要为这位公子接右腿，接下来的过程不便当众展示，请安排一间干净房间，再备热水、毛巾、匕首、白酒。叶王妃倒是要求不少。季云堂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一个出阁女子，明目张胆要跟外男共处一室，说出去也不怕坏了名声。你这么放浪形骸，叶王殿下知道吗？三哥不在，他便如此无所顾忌。你敢打我？季清风，祸从口出。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龌龊？我不招惹永宁侯府，你们也别来为难我，大家相安无事。可你若不长眼惹到我头上，我的巴掌也不是吃素的。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。姐姐，二哥哥也是为了你好啊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他担心你给外男医腿伤坏了名声，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？当着成千上万人的面骂我不要脸，这叫为我好。可他是你的亲哥哥，你们身上流着同一种血脉，你怎么能对亲哥哥这么残忍？姐姐，你现在给二哥哥道歉，回去后我还能帮你在祖母、父亲、母亲面前说几句好话。你就算再不待见我们一家人也是把你当亲人看的。你以后在叶王府肯定少不了侯府帮衬啊。我们一家人？不，你们才是一家人。而我季云堂从头到尾都是门外人。不是这样的，脑子有病就去治！你这个脏东西，以后离本王妃远点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姐姐，若打我能让你消气，我甘愿受着，只求你给二哥哥道歉。晶晶，摔到哪里没有？快告诉二哥。季云堂，你这个恶女，当着3位殿下的面打兄长也就罢了，连亲妹妹都打。晶晶这么柔弱，哪像你皮糙肉厚？叶王妃今日可真让人大开眼界。你若不给我和晶晶一个说法，我便拉你去官府，让全京城都看看你恩将仇报的嘴脸。
好一个大义灭亲，好一个恩将仇报！你们永宁侯府的人真是高贵又可笑。这伤少说5、6年，那几道刀疤怕有10年以上。他柔弱可怜，就该被你们全家宠着；我皮糙肉厚，就该受委屈。我从小就明白，强者制定规矩，弱者遵守规矩。可你们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的吗？同样是永宁侯府的小姐，我在乡下被鞭子抽的时候，永宁侯府在干什么？季铮铮在干什么？我的父亲、母亲、3个哥哥又在干什么？现在说我恩将仇报，请问你们给我的恩在哪儿？那10万两银子吗？哎，这事不对啊！本庶子怎么记得那10万两银子是季二小姐抬着棺材上门给叶王妃收尸，被叶王妃找上门后，永宁侯府自认理亏，心甘情愿赔的。赔偿是赔偿，补偿是补偿，季二小姐不会连这个都分不清吧？晶晶，我要报官就去，我奉陪到底。不好意思，刚刚耽搁了一点时间，我现在帮你医治。好，有劳姑娘。我要一间干净房间，前面说的东西要全都备齐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按叶王妃说的办，立刻准备房间。是。断腿之人真能重新站起来。叶王妃，小的不能走，二爷身边不能没人。留下可以，只照顾不插手。若敢乱碰我的东西，立刻出去。小的明白。桃枝，守住门，任何人不许进。是王妃。季姑娘，真能让我站起来？你的腿已经没了，让它重新长出来，我没那个本事。这箱子怎能装下这么长的东西？叶王妃，这莫不是给我家二爷用的腿？还不算太笨，这叫假肢。刚开始会疼，也可能排斥，每日被扶着多走走，不出1月能像常人一样走。只要能走，疼又如何？但你应是习武之人，装上它后，轻功武功多半不能再用了，想清楚。能重新站起来已是天赐，季姑娘，我同意。好，过程会疼，忍不住就喊，这里没有外人。断腿之痛我都熬过来了。叶王妃，洗干净了，还要小的做什么？站旁边，听我吩咐。有知觉，好事，后面康复会快。二爷，别扰他。季姑娘这手法，袁某从未见过。你没见过的东西多着呢，别动。好了，试着动一动。动了，二爷他真能动。扶我。二爷慢些。适应的不错，以后把它当自己的腿，坚持训练。多谢季姑娘，这份恩情袁某记住了，来日必偿。先把路走稳，再谈报恩。外面等得够久了，出去吧。治个断腿治了这么久，莫不是在里面想逃路？不急，孤道要看看叶王妃如何让断腿重新长出来。把消息放出去，就说叶王妃当众承诺能让截肢之人断腿重生。是，太子殿下这话传出去，可就不是比医术，是逼命了。事子严重，既是奇迹，自该让京城百姓同睹。若他做不到，欺君惑众，戏弄百姓，总该有个说法。听说叶王妃能让断腿重新长出来，这要是真的，可不就是神医下凡？八弟，叶王妃跟那黑衣男人进去1个时辰了还不出来，你说他们会不会什么都干完了？哎呀，三哥也真可怜，自己瘫在床上，还娶了这么不省心的王妃，叶王府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吧？闭嘴！本王也是替三哥不值，本王倒要看看他究竟在里面做什么。快看，叶王妃出来了，站起来了，真的站起来了！叶王妃真让断腿长出来了。那脑袋掉了，叶王妃娘娘也能让她长出来吗？傻孩子，脑袋掉了命都没了。叶王妃娘娘，老夫活了一辈子，从未见过腿没了还能站起来的病人，这简直是神迹。敢问娘娘究竟如何做到？纪云堂，你这是砍了谁的腿给他装上了？你这样一命换一命与杀人有什么区别？你的良心过意得去吗？太子殿下怕是误会了，我只说能帮这位公子像正常人一样站起来，可没说能让他截肢的腿重新长出来。杀人换命这种事儿，我一个小女子万万做不出来。至于他怎么站起来的，诸位自己看便是，别像太子殿下那样，还没看呢就开始下结论了。天哪，刚刚没仔细看，只注意他站起来了，这不是真的腿，这是气血做的假腿。后面让假肢穿上鞋，裤子放下来，看着便与旁人无异。妙，实在是妙！以假肢代替残缺之处，还能支撑行走，老夫怎么从未想到？从前遇到断手断腿之人，
只能让病人余生坐轮椅。叶王妃娘娘此法开了先河啊！季姑娘大恩，袁某铭记。能走只是开始，回去继续练，别逞强。叶王妃这本事，既不像寻常医术，却偏偏能治无人敢治之病。他能让断腿之人站起来，那三哥的腿是不是也能？人已到了，今日时辰不早，医术擂台赛到此为止，明日午时再续。王妃，往后我该如何练习，才不伤了残肢？每日少量多次，先站再走，疼痛加重立刻停，伤口保持干净。3日过后我再看。有夫之妇还同旁的男人有说有笑，本王真是疯了才担心他。二哥哥，我的腿好痛，是不是刚刚被姐姐不小心踢断了？晶晶，别怕，我不怪姐姐，她在外吃了苦，心里有怨也是应当的。你今日受的委屈，终有一日，二哥会让纪云堂全部偿还。怎么回事？回大人，前头有人拦路，点名要见叶王妃。王妃，他们一看就不是好人，您不能去。他们只拦车不动手，说明现在不想杀我。可我若不去，我们都未必走得了。奴婢陪你。你回府告诉王爷，我稍后回去。若天黑未归，再让他想办法捞人。送桃枝回叶王府，路上别停。带路吧。三皇嫂，你可来了，可让本王好等，快进来坐。齐王殿下派10几个佩剑侍卫请人，倒是好大的诚意。三皇嫂莫怪，臣弟也是怕你路上辛苦，特意相请。今日医术擂台，本王算是开了眼。2年大赛，寻的就是天下高明大夫，没想到啊，真正的人才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比赛已经结束，齐王殿下不忙着筹备明日，反倒半路截我，所谓何事？臣弟想与三皇嫂相商，医术大赛乃本王所创，为的就是招揽能人为我所用。如今看来，本王要找的人正是三皇嫂。三皇嫂有所不知，臣弟祖父江永成掌15万兵马，军中将士断手断脚乃常事。你这身本事若为本王所用，将来封诰命夫人也未可知。本王说句不中听的，三哥已是强弩之末，若哪天三哥出事，有本王庇护，你也不至于给他陪葬。你觉得呢？诅咒兄长，打你一巴掌都是轻的。再有下次，我就带你到父皇母亲面前说理。三皇嫂这是拒绝本王。不是拒绝，是你找错人了。我不懂医术，今日那些东西不过闲来无事随便捣鼓的玩意儿。随便捣鼓？我要真有那本事，永宁侯府会把我赶出来替季青青嫁人，他们早跪着求我了。三皇嫂还真谦虚。明日最后2场比赛，本王期待你的表现。自然，快到手的黄金，我不能让它飞了。本王交代的事安排好了，回殿下，明日2名患者已换成最棘手的，保证无人能夺第一。想拿本王1万两黄金，做梦！王妃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担心死奴婢了。我没事。王爷吃饭了吗？还没。水蒸蛋、山药肉末粥、玉米排骨汤都备着呢。可王爷说要等你回来一起吃。他在等我。王妃，奴婢发现王爷好像已经离不开你了。何出此言？奴婢一回来，王爷就问你比赛如何，有没有受欺负，太子齐王有没有为难你。奴婢说王妃今日让全京城都刮目相看，王爷第一句却不是夸你，难道不是夸我聪明伶俐，不可多得？王爷说你风头太盛，怕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，怕你危险。后来听说你路上被人带走，立刻让陈虎出去寻你。奴婢在王府7年，从没见王爷对哪个女子这么上心。依奴婢看，王爷对王妃是真爱。小妮子，14岁就懂真爱了，是不是想嫁人了？才没有，奴婢要一直留在王妃身边伺候。等你遇到真爱，本王妃风风光光把你嫁出去。王妃又笑奴婢。厨房还有菜热着，奴婢先去忙了。
阿赫，睡着了吗？阿唐，你回来了。那些人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没有，齐王请我过去，是想让我帮他做事，我拒绝了。齐王阴险毒辣，不达目的不会罢休，你莫要轻信他。我知道。那你去医术擂台赛，为了第1名，2万两黄金，王府太穷了，得养你。我记得第1名只有1万两，另1万两是太子承诺给我的。王爷、王妃，该用膳了。放下吧，辛苦了。奴婢告退。阿赫，我扶你起来。阿赫，慢点吃，小心烫。不好吃？不是你做的。嘴还挺挑，桃枝已经很用心了。今日再针灸一次，阿赫，你会越来越好。那你今日还去比试？当然去，有人等着看我笑话，我偏要让他们笑不出来。早些回来。回来给你复诊。王爷和王妃真好，主子好，咱们才有好日子。走，青龙广场，今日还有2场硬仗。叶王妃来了，听说昨日她赢了不少名医，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继续赢。叶王妃，今日第2轮比试，可不要让本宫失望。太子殿下放心，我也想知道，今日有没有人能难倒我。既然人已经到了，开始吧。患者是谁？回殿下，这是民女的女儿，求各位神医救救她。她从小脸上便长了这个东西，这些年越来越严重，找过许多大夫，都没有办法。这是什么病？这么大的瘤子还能治好吗？此症十分罕见，老夫行医多年，从未见过。瘤体已经深入皮肉，若贸然处理，恐怕性命难保。三皇嫂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可以治。可以治。三皇嫂，你确定？确定。那你准备如何治疗？切除。王妃，真的可以吗？有风险，但是不做，他一辈子都会被这个东西困住。求王妃救他！放心，我会尽力。太子殿下，麻烦再给我准备一间干净屋子，要安静，无人打扰。也好，去备干净屋子，热水、白酒、毛巾、匕首一并送去。对了，太子殿下，治孩子还需一些药材，我手里没有，不知殿下能否派人取来？医术大赛本就免费为大夫供药，你需要什么说便是，顾命人送来。殿下爽快，那我便不客气了。流星草、五行花、紫丹螺、九香虫、七叶莲、天青地花果、百年血珊瑚、百年灵芝、百年无花果。百年血珊瑚，那可是御药房才有的贡品，百年灵芝也价值千金呐。叶王妃需要这么多？太子殿下不是说医术大赛免费供药吗？三皇嫂，你莫不是故意狮子大开口？我要救命用药，怎么反倒成了狮子大开口？齐王呢？殿下，齐王方才已经走了。去，把叶王妃要的药材都拿来。殿下，这些药材府里没有，外头怕也买不到，尤其百年灵芝、百年血珊婆。拿姑的令牌去御药房，就说姑要的。父皇若问，姑先欠着。是。
给他。药娘，带你女儿跟我来。本王妃治病，不喜外人打扰。你既信我，就把她交给我。你和桃枝守在门外，我不出来，谁也不许进。叶王妃，民妇的女儿就拜托您了。放心。在床上躺下吧，吃下这个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这么久了，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开门，姑要进去看看。太子殿下，我们王妃还在救人，不能进去打扰。若人出了事，你担得起？二皇兄，既然叶王妃说能治，再等等。八弟，你要护她。我只是觉得，若他正在关键时候，你带人进去，二皇兄的责任也不会小。本王只是看三哥的面子。王妃，我女儿手术顺利，但是伤口还需要恢复，暂时不能碰纱布。本王才不是为了你，本王只是看在三哥的面子上，怕三哥因为你名声受损，你别自作多情。手术很成功，等恢复后，你女儿脸上的伤会慢慢好转。好了，真的好了，多谢叶王妃娘娘救我女儿，民妇愿意给您当牛做马，伺候您一辈子。叶王妃，药材呢？什么药材？别明知故问，自然是剩下的药材。都用光了，不然太子以为本王妃在里面2个时辰是在做什么？姑不信。区区一个手术，需要用掉这么多御药，20几味药材混合提纯，最后用于伤口恢复。太子若不信，进去搜。回禀太子殿下，房中已经搜遍，没有发现一点药材。废物！窗台、床底、房梁都找了，都找过了，连地板也敲开查过，确无药材。本王妃救人心切。太子殿下却以我私吞御药，那可是皇宫御药房的东西，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。既然太子如此不信本王妃，这医术擂台赛不参加也罢。三皇嫂息怒，太子殿下不是那个意思。药材贵重，他也是心急，怕不小心浪费了。浪费？人已治好，难道还不算证明？自然证明了。三皇嫂已成功晋级第3轮，如今只剩你一人，岂不可惜？那本王妃平白受的委屈就这么算了，太子冤枉我，叶王府的脸面往哪儿放？他说的没错，我三哥是东陈国战神王爷，太子殿下不会以为三哥瘫痪就能随意欺负他的王妃。这事若传到父皇耳中，只怕太子殿下也不好交代。叶王妃，刚才是姑欠考虑，姑向你道歉，还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太子殿下知错能改，本王妃自然不会放在心上。接下来的第3轮，还望叶王妃好好发挥，争夺头筹。多谢太子殿下吉言，本王妃一定努力拿下头旗，顺便拿到那2万两黄金。那姑拭目以待。压轴的病人来了，果然是他，怎么又是柴员外家的少爷？前年、去年不都来过？听说整日关屋里，不说话不见人，一不留神还要……柴夫人为这孩子头发都白了，这病可难住。浩儿乖，别怕，娘在，娘陪着你。我不碰你，只看看。叶王妃娘娘莫怪，浩儿一直如此，见了陌生人便躲，不哭不闹，就是怕。孕妇前2年也带他来过，都无效，
今日是最后一次，若再治不好，民妇让他待在家里，日日陪着，再也不折腾他了。他这样从什么时候开始？4岁。4岁前明明开朗聪慧，见过的人都夸他活泼，将来是经商的好苗子。可4岁后，他忽然不爱说话，不愿见人，只把自己关在屋里。忽然，那之前可发生过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只是那时老爷给他请了夫子。浩儿一听要读书就跑，后来越来越怕，越来越沉默。别怕，这里没人逼你读书。叶王妃连中邪之症也能治，大夫都说浩儿身子康健，可他总……这不是中邪又是什么？未必是中邪。柴夫人，你儿子可能不是身体病了，是心病。心病？你们柴家世代从商，想让孩子读书入仕，摆脱商籍低位，所以把希望全压在3岁的他身上，对吗？是这样的。我们老爷说，柴家总要出一个读书人，几个大的都不爱读书，一跟着长辈去江南做生意，只剩浩儿聪明伶俐，老爷便请了正林书院的林夫子。那位林夫子如何？听说是当年探花郎，学识渊博，也极严格。他教了浩儿半年，浩儿便开始怕上课，听见夫子2个字就跑。浩儿别怕，别提夫子，别围太近。别的孩子3岁还在父母怀里撒娇，你们却让他背着全家的前程。若他本就不爱读书，这份期待就会变成压力，久而久之，人会越来越颓废，觉得世间美好不过如此。令公子患的是很严重的心理疾病，也可叫自闭症。要治好，药是一方面，父母的理解和陪伴更不可缺。叶王妃，那我儿以后是不是不能读书考状元了？功名重要，还是你儿子的命重要？他已经对读书产生抗拒，你们再逼，只会更严重。若要读，也得等心结打开，慢慢引导。书中有颜如玉、黄金屋，可读书不是唯一出路，状元也不是谁都能考上。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换你儿子一生的自由和幸福，划算吗？不划算。叶王妃，民妇都听你的，只要你救浩儿，柴家做什么都愿意。我先给他开药，稳住情绪。回去后把家里书籍都收起来，别在他面前提读书学习。陶之将我的药箱拿过来。半个月后，我上门复诊，再做疏导。太子殿下，齐王殿下，柴小朝界的病不是一朝一夕能好，彻底疏导至少3个月，但药我开了，法子也给了。第3轮可算本王妃通过。三皇嫂本是让人心服口服，是这次医术擂台当之无愧的第一。本王愿拿出1万两黄金交给三皇嫂。姑说话向来算数，等会儿自然有人将1万两黄金送到叶王府。叶王府今夜这单倒是轻松。有人买你的命，至于是谁，你不必知道，你只要知道今夜你活不过去。谁派你来的？将死之人问这么多做什么？送你上路！就你，滚！给你脸了！